真是晦气！怎么又是个丫头片子？这都第5个了！你个不争气的小贱人，你是想让我们家老三绝后啊？娘，我下次肯定能给三郎生出儿子的，请您不要生气了。生出儿子，你可拉倒吧！中看不中用的货，长了张狐媚脸有什么用？下蛋倒是勤快，没一个带范儿的。这丫头片子我看也没什么用，一会儿处理了就是了。娘，求你不要扔了这孩子，现在外头这么冷，他会没命的。我可以不坐月子，一天只吃1顿饭，我们娘几个吃不多的。娘，求您高抬贵手吧！松手！哎呦，亲家老姐姐，这孩子好歹是一条命，等孩子大了说门好亲事，你还跟着享福呢。呸！你少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要觉得好，你抱回家养去。行，你们家的事儿我才不管呢，你快给我接生的洗钱，我忙活了半天得回家了。接生个丫头片子还有脸要洗钱？我说你也太不讲理了吧！你儿媳妇肚子里揣的是个丫头，我还能给你接出个带把的来？我接生这么多年，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这老天爷是在跟我开玩笑吧？回不去了，原主留下的烂摊子只能我来收拾了。儿啊，是娘对不起你，当初要不是贪便宜给你娶了这么个女人，你也不至于连生5个丫头片子，让人看笑话呀！三郎，你救救咱们闺女吧！再不济，你把我卖了吧，卖了我还能给你换些聘礼钱，你可以再娶一个能生儿子的。我没别的要求，只求后娶进门的能好好对待几个孩子。原主真不是个东西，造孽！你刚生完孩子，不能见风，先躺下休息。老三，你是不是被气糊涂了？他又生了个赔钱货。外头冷，你们母女俩靠在一起会暖和些。一个丫头片子，用得着这么伤心吗？娘，无论男女，只要是我亲生的，我都喜欢。以后别再说丢孩子、埋孩子这种话，坏事做多了是要遭报应的。你敢这么跟娘说话？若薇身体虚，我去给她弄点吃的，谁都别再吵她。三郎竟然在护着我们。爹，我们没有偷懒，外面下雪了，山上挖不到野菜，我们才躲在这里的。求爹不要打我们。爹，我们今天可以不吃饭，求爹和奶奶不要把妹妹扔了。二丫可以照顾妹妹的，我们也可以照顾妹妹。不用怕，爹不会把妹妹扔了。你娘刚生完孩子，得吃点热乎的。爹给你们做饭，多做点，咱们一块吃。我可以帮爹烧火，二丫最会烧火了。好，那二丫帮爹烧火。这算得上是天崩开局了吧？二姐，爹是不是生气了，又要卖我们了？别怕，要卖也是先卖我。你说什么？爹，我错了，我不是故意乱说的，只是大姐也冬天没粮的时候被卖掉的。原主啊原主，你到底造了多少孽？听好了，爹不会卖你们，一个都不会。爹，你要去哪儿？去弄吃的，你们在家待着，哪儿都不要去。
要饭吃不丢人，让妻女饿死才丢人。玄主给他们当牛做马，连亲闺女都被卖了，今天也该拿点回来。三郎来了，还没吃吧？快坐下吃点儿。我就不吃了。若薇和孩子们还饿着，家里没粮了，娘给我拿点粮食吧。一个生不出儿子的女人，带着几个赔钱货，吃什么吃？饿个3顿2顿又死不了。老三，娘说的没错，弟妹连生5个丫头，咱们秦家的脸都让她丢光了，饿几顿怎么了？大哥站着说话当然不腰疼，家里的好处都让你们大房占了。你什么意思？为了供秦望读书，全家勒紧裤腰带，我连亲闺女都卖了。大哥吃着这口饭，还好意思说风凉话？秦望可是咱们秦家的独苗，将来你老了，还不是得指望望儿给你养老送终？那要是秦望的同窗知道他是靠卖妹妹教书修的，你说他还能不能在学堂待下去？老三，你这是在威胁你大哥！我今天不是来吵架的，我是来拿粮食的。娘，给不给？去给老三拿点粮。媳妇儿刚生产完，别闹得太难看，传出去坏了秦家的名声。跟我来。够了，这么多够你们吃好几天了。娘，这点粮还不够我们一家塞牙缝，你多给点，也省得我明天再来。你还想天天来？家里粮食不要钱啊？年后望儿还要教束修呢。那我不管，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媳妇和孩子饿死。不能再多了。娘，我知道你也看不起我，大哥有儿子，我连生5个闺女，等我老了死了，怕是连个养老送终的人都没有。若薇原本是秀才之女，要不是家里出了事，也不会嫁到咱们家。她要是真有个3长2短，我也不活了。反正娘不疼，爹不爱，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行了行了，大男人说这些晦气话做什么？就2个，让你媳妇儿省着点吃。谢谢娘，我就知道娘还是疼我的。家里也难，你以后少跟你大哥顶嘴。望儿将来有出息，咱们都跟着沾光。我知道了。老三，你怎么还拿馒头？三嫂和孩子们还饿着呢，三哥拿2个馒头也不算过分吧？二姐，是不是有人来买我们了？是不是冻坏了？来，咱们点火做饭。先垫垫肚子。爹，真的给我们吃吗？给你们的，吃吧。二丫，帮爹烧火行不行？行，二丫最会烧火啦。条件差是差了点儿，好歹先让他们吃口热的。爹，你今天真的不打我们吗？以后也不打。那以后也能吃饭吗？能，爹会想办法让你们都吃饱。你带妹妹们先吃，爹给你娘送过去。好。慢点吃，别烫着。三郎，我睡久了，我这就去做饭，你别生气。你还在坐月子做什么饭？我已经做好了。这是给我的。你刚生产完，身体虚，家里现在没什么好东西，这2个鸡蛋你先吃。三郎，你是不是要把我卖了？不卖你，也不卖孩子，以后谁都别想动你们。别哭了，月子里哭对眼睛不好。
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娘，我们能看看妹妹吗？妹妹好小啊，我以后把野菜让给妹妹吃。都怪娘没用，娘要是能生出男孩来，也不至于让你们几个都跟着受委屈了。你大姐也不会被卖。娘别哭，我们今天吃饭了，吃得好饱。你们也吃了？吃啦，嘟嘟好饱。饭是你奶送来的？不是，是爹做的。二丫还帮爹烧火了。家里没尿布布，只能先用草木灰垫着。我晒细点，别扎着孩子。放心，日子会好起来的。怎么不睡？一直看我干嘛？我脸上有东西？原来他笑起来这么好看。你过来。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你脸上沾灰了，我给你擦擦。我刚刚生完孩子，身上乐又不止，你若是沾染了会很晦气的。你刚生产过，别胡思乱想，赶紧睡。我才没有胡思乱想。爹，你要出去吗？家里的粮撑不了几天，我去山上看看。山上有野兽，爹别被吃掉。放心，爹命硬，野兽吃不动。爹，路上饿了吃。好，爹带着。靠秦老太太给的那点粮，撑不了几天。想活下去，还得靠自己。这脚印不像兔子。不是吧？我只是想找点吃的，你直接给我上强度！我去！应聘肯定死，得让他自己撞。再近点，再近点！不能松，松了就真没命了。老子还要回去养媳妇孩子。不行了，现在不上就没机会了。为了我媳妇儿孩子，你今天必须留下！差点儿，第一天当爹就交代在这儿。
这一家人饿不死了。来都来了，总不能空手回去。等着，爹带肉回家。娘，妹妹什么时候能跟我们说话呀？还早呢，等她长大一点，先会叫姐姐。那我要叫她叫三姐。妹妹要好好长大。把孩子给我！娘，你要做什么？我给这丫头找了户好人家，人家无儿无女，愿意收养她，还给2斗米、2尺花布当奶水钱。不行，娘，那户人家不能去。怎么不能去？一个赔钱货换2斗米、2尺布是他的福气。那家以前收养过孩子，可没一个活下来的。小五才刚出生，他去了会没命的。你少胡说，人家愿意收，就是给他活路。奶，别骂妹妹，求你了！滚开！小赔钱货，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娘，你要卖就卖我！小五还这么小，他经不起折腾啊！卖你？你一个刚生完孩子的妇人，谁要？这小的还能换点粮食？三郎说过不会卖孩子的，等他回来让他做主。老三就是一时糊涂，等他清醒了还得听我的。放手！别碰我的孩子！不许抢妹妹！别卖妹妹，妹妹会死的。娘，你在干什么？老三，我这是为你好。这丫头片子有人愿意养，还给2斗米和2尺布，咱们不亏。你看看你这个破家，连饭都吃不上，养这么多丫头有什么用？娘还能害你不成？昨天我才说过，谁都不准动我的孩子。我是你娘！你又想卖我闺女？娘，这么多年我为这个家没少出力吧？农忙时我一个人干全家的活，农闲时我也没闲着，去城里找活，扛大包，给别人修院墙，什么脏活累活我都干。这些年我赚的钱足够养活若薇他们娘几个了。可就算是这样，娘为了供秦望读书，还是卖了我家大丫。当然，这些年我做的并不好，我不是个东西，既没有做到一个尽丈夫的责任，也没尽到一个当爹的责任，只是一味的听你的话，把所有的心血和精力都投入到大哥一家身上了，让他们娘几个受尽了委屈。我知道娘疼大哥一家，可我同样也是你的儿子。你为什么就不能心疼心疼我呢？难道就因为我没有儿子吗？旺儿可是咱们家小辈中唯一的男丁，你这做亲叔叔的多出点力怎么了？将来等他考中功名，还能亏待你这个亲叔叔吗？你家里生的都是丫头片子，将来都是要嫁人的，你老了能指望谁？还不是得指望着旺儿吗？亲儿子还指望不上呢，我还能指望着侄子养老吗？大哥大嫂才是旺子儿的亲爹娘，往后我没必要再去操那份闲心。以前是我犯傻，现在想通了，往后咱们只顾自己的小日子。5个闺女咱们好好养着，将来想出嫁就寻个妥帖人家，不想嫁留在家里我一辈子养着，谁也没资格说3道4。大哥大嫂才是旺子的亲爹娘，往后我没必要再去操那份闲心。以前是我犯傻，现在想通了，往后咱们只顾自己的小日子。5个闺女咱们好好养着，将来想出嫁寻个妥帖人家，不想嫁留在家里我一辈子养着，谁也没资格说3道4。等将来我和若薇干不动了，招个养老女婿留在身边侍奉就是。老三，你个不知轻重的混球，真是胆子肥反了！招什么养老女婿？外人终究是外人，哪里有你亲侄子旺儿贴心？麻溜把5丫头收拾好，你刚说的这些疯话，我只当做个屁。你趁早收了这毒心思，我的亲闺女绝对别想碰。今天若是非要跟我把脸撕破，那咱就好好掰扯这些年的旧账。你们亏我欠我的，通通得给我吐出来。我秦朗再不是任人揉捏的软柿子，谁胆敢背地里动我丫头，别怪我拿这条命跟他死磕到底。秦望过了年就得愁书修，明春还盼着考童生，娘若敢背着我发卖我的丫头，我叫他一辈子休想进考场。
快躺回被窝去，屋里头寒气重，可别冻坏了你和闺女。走前我如何千叮万嘱的，这数九寒天的，真要熬坏了身子，到头来受苦的仍是你。安心歇着，我绝不可能让人卖了小五，凡事由我挑着大梁。娘，走吧。方才我表明的态度，我想已经算得够彻底了。往后旺儿的学业我便彻底放手了。大哥大嫂才是亲爹亲娘，出钱供书本来就是他们的责任。我这当小叔子的不再做冤大头，哪怕来若薇进门告状，我也见过的那些书，你叫秦旺尽早送回来。另外，那是我媳妇儿的嫁妆，日后要留给我5个丫头的。她一个当侄子的霸占着毫无道理。啥玩意儿？你让旺儿把书交回来！旺儿可是正经读书人，在书院中可全都仰仗这些书撞台面呢。咱秦家本就是穷乡下人，这岁月能供得起书山的，多是大富大贵。纵是真有几户耕读人家，底子也都极其厚厚。面子，一个打着算盘霸占沈娘私房的人，还想要面子？当年秦旺把书从若薇这儿搬走时，讲明了不过是借去用用，既说是借，就断无赖账的道理。娘，我给你们半月期限，把这些书全身书还给若薇，要不咱就来个玉石俱焚，要不然大家鱼死网破。反正我不考秀才，也没生个儿子，谁还顾忌哪门子脸面？得了，您走吧，可别在这儿吓坏了若薇跟孩子们。来，快上爹这里来。俩小傻瓜趴在屋门口偷偷摸摸的干啥？外头大雪天那么冰，怎都不肯抓紧进屋取暖？外面冷，为什么不到屋里来？若是奶奶非要卖一个，就把我卖了吧。我年纪大些，卖到别人家能干活，妹妹们年纪还小，若是被卖了，指不定将来被折磨成什么样呢。咱们二丫真有当姐姐的样子。你放心，以前都是爹不好，没有保护好你们几个，但是你放心，以后不会了。爹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们，等爹赚了钱，也会把你大姐赎回来。三郎，你说的是真的，没有骗我们吗？你真的会把大丫赎回来？你放心，我说到做到。你现在还在坐月子，先好好休息，不要多想多思。我去给你做饭，你们跟我去厨房帮忙，爹需要你们帮忙。这是什么？笨蛋，这是野猪，好大一头啊！肉肉，四丫要吃肉肉。这是野猪，爹今天上山打的。不过你们不要告诉别人，要不然咱们可就没肉吃了。你们给爹帮忙，爹给你们炖肉吃，好不好？我回来的时候就听到了秦老太太的声音，我是特意把野猪放在厨房内的。当然我不是怕秦老太太来抢，我只是怕麻烦，毕竟秦家那边还有一大家呢。现在我还是秦老太太名义上的儿子，一个孝字大过天，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说实话，原主穷的都比脸都干净，我现在浑身上下也掏不出一个铜板来，我迫切的需要银子。剩下的野猪肉和这些下水，明天拿到镇上的酒楼，看看能不能卖个好价钱。家里的调料除了油盐什么都没有，为了去腥，我只能把猪腿肉先在冷水里好好浸泡半个时辰。几个丫头长期饥饿，吃不下太多，这半只猪腿足够我们一家子今天美美放开肚子吃了。小心烫。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哪里来的肉？我今天去了一趟山里，运气好，碰到了一头野猪，个头不算大，但是也有100多斤。野猪腿肉厚实紧致，我把2条猪腿留了下来，咱们自己吃。剩下的明天我带到城里去，找个酒楼卖了，到时候再换点粮食回来。以前都是我不好，没有照顾好你们母女，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们的，绝对不会让你们跟着我受委屈。那你今天说要把大丫赎回来也是真的吗？是真的，等我手里攒了足够的钱，就想办法把大丫赎回来。你的嫁妆我也会替你讨要回来的。以后咱们不管别人怎么样，关起门儿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好，我相信你。不过那些嫁妆都是身外之物，我倒是不在意，只要能把大丫赎回来，我就心满意足了。那怎么能行？那些书是岳父留给你的念想，是一定要拿回来的。这事儿你就不要操心了，交给我就行了。赶紧吃饭，吃了饭好好休息。做的不好吃，你们怎么不吃？是不是我自己做饭还行？虽然比不上大厨的手艺，但是也不至于到难以下咽的地步吧？我们在等爹一起吃饭，爹没上桌呢，我们怎么能先动筷子？多懂事的丫头啊，简直是贴心小棉袄，不比那些小子强吗？
不知怎么的，觉得三郎的脸庞坚毅了不少，明明还是那个人，感觉却像换了个人一样。这几天真累坏了。你现在还在坐月子，可千万不要惹火，不然我真要做出不克制的举动来，你可别怪我。你胡说什么？我就是看你脸上有脏东西，想帮你拿下来而已。是吗？我记得自己临睡觉之前是洗过脸的，难道是我没洗干净？是什么样的脏东西要娘子的手在我脸上来回的抚摸？难道娘子不知道临睡前的男人是经不起撩拨的吗？秦朗一向木讷老实，就是两人在一起亲近的时候，他也只是一股蛮力，从来没说过这么直白动人的话。你是不是睡不着？大概是白天睡多了，这2天我感觉像在做梦一样。我生了个闺女，你不仅没有怪我，还愿意好吃好喝的照顾我。什么是我闺女儿子的？只要你们母女平安，比什么都强。可是就咱们家这条件，祖祖辈辈都穷得这么稳定，要儿子有什么用？咱们家又没有皇位要继承，咱们把几个女儿抚养长大，给他们找个好人家，等将来老了也不用费尽心思的给他们盖房子、娶媳妇儿了。所以，为什么非要费尽心思的要儿子呢？三郎，你可不要乱说，什么有没有皇位？这话可不是咱们老百姓敢说的。我爹就是考场上犯了陛下的机会，才被发配到北疆的苦寒之地的。你怎么又哭了？我知道错了，以后不乱说了。你放心，我在外人面前肯定会谨言慎行的。咱们俩关起门来说的话，谁会知道？除非有人躲在咱们床底下。咱们家小五现在也出生了，是不是该给孩子起名字了？还有，咱们家几个丫头都没有正式的名字，这回趁着小五出生，一块把几个孩子的名字都取了吧。都听三郎的，你是孩子的父亲，这名字你来取吧。你容我想想，我这一时半会儿的还真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好。你是读过书的，又是孩子的娘，咱俩一起想吧。三郎，我这一时半会儿的脑子里乱哄哄的，也想不起什么好名字来。我这里倒是想了几个名字，你要不要听听？他没读过书，能指望取出什么好名字？总比大丫好就行。舒月、舒云、舒瑶、舒芷、舒宁，希望咱们闺女一生舒展从容，无拘无缚。你要是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我还可以再想其他的。好听，我觉得这个名字特别好听。这名字你是怎么想到的？我记得你并不识字啊。差点忘了这茬，不过总要慢慢适应我的改变。我不可能一辈子藏着掖着。以前跟村里先生学过几个字，加上秦王整天显摆，我就记住了几句。以后你教我认字吧，多学点知识，出门也不怕被人骗。没想到他快30了还有这份心气。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嫁个读书人。搁在后世，我这理工男7点前绝不起床，但在古代大冷天，除了早睡什么也干不成。出息！今天我要去趟城里，把剩下的野猪肉卖了，等我回来给小五买几片尿布。还是买些粮食吧，其他几个孩子都是这样过来的。咱们家缺粮食，若是真能搞到钱回来，最要紧的还是解决一家子的生计。放心，我肯定优先买粮食。我先去做饭，早晨多做些，中午若回不来，让二丫把饭热热。你是产妇，受不得饿。咱们家的几个丫头长得真漂亮，不过女孩子要讲究卫生，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的才好。爹爹，想给你们正式起个名字，二丫叫舒云，3丫叫舒瑶，4丫叫舒芷，好不好听？舒云，像天上的云朵一样。爹，我喜欢这个名字，我也有正式的名字了，舒瑶、舒芷，好听，我们喜欢。爹，大姐和小妹叫什么呀？大姐叫舒月，小妹叫舒宁。爹希望你们一辈子舒坦随心。咱们这县城叫张南，以前叫平原。几十年前闹大饥荒，青壮年都逃了，只剩老弱病残，没人愿意来这穷地方当官。只有张南大人主动请缨，他励精图治重整家园，却积劳成疾早逝。百姓感恩，便将平原改叫张南县，流传至今。封建阶级的悲剧，非我一己之力能改。我只是个普通人，顺应时代活下去才是真。客官，您是要吃饭吗？咱们这儿最便宜的面要20文钱。小二哥有理了，我不是来吃饭的，来卖野味的。
不知你们收不收山货？原来是卖野味儿的，这咱们酒楼收，就是不知货好不好。猎物是昨天搞下来的，内脏去干净了，你们可以先验货，合适留下，不合适我去别家问问。陈师傅，这人有野味卖，您看看货。内脏和血水都清理干净了，剩下的都是好肉。这可处理得真干净，最精华的部分都没了。不过现在大雪封山，根本寻不到猎物踪迹。酒楼老客嘴巴刁，越是越这时候越想吃稀罕物。既然大老远送来，我就收下了。缺了后腿，但内脏去得干净。咱们酒楼讲诚信，给你25文一斤，如何？不太清楚这时代物价，但想来20文不算少。猪肉才15文，这价算正常。但我是穷鬼，面子哪有钱重要？陈师傅，您看这大冬天的能打到头野蔬不容易，况且我可是把内脏都清理干净了的，这个价格是不是太低了？我们都是庄户人家，打头野蔬也不容易，您价格再给的高一点。缺了后腿，那可是最精华的部分。算了，看你大冬天不容易，给你28文一斤，不能再高了。每斤多3文，这可是能救命的钱。谢谢陈师傅，以后我若是打到好的野味，还送到你们酒楼来。一共是1736文钱，你跟着店小二去找掌柜的拿钱去吧。您这是？多谢小二哥了，要不是小二哥帮忙引荐，我这野猪肉怕是卖不出去。以后再有这样的生意，还得劳烦你多多帮忙呢。阎王好惹小鬼难缠，小人物往往起大作用。现在只能抓住一切人脉。其实我也没帮上什么忙，这钱你还是拿回去吧。您就不要跟我客气，其实你已经帮了我大忙了。若是换成旁人，看我穿得这么破破烂烂的，肯定早就把我赶出去了。但是您还帮我引荐陈师傅。我叫秦朗，媳妇儿刚生完孩子，急需钱，您帮了大忙了。好，我叫9两，以后有稀罕物尽管送来。老太太那点粮撑不住，花180文不心疼，毕竟刚赚了1000多。若微坐月子得补营养，给孩子们当零嘴儿。今天是小五喜3的日子，不是贵的离谱，但钱花了能赚。孩子们要是冻出个好歹，一辈子没法弥补。苦谁也不能苦了自己。虽没多好吃，但这年代也算奢侈了。前世因为看热闹丢了命，结果还是没忍住。这位小哥，这是怎么了？出什么大事了？围着这么多人。县太爷请了戏班子，后天在土地庙唱大戏呢。是县太爷家有什么喜事吗？不是，县太爷说瑞雪兆丰年是个好兆头，求来年百姓平安。哦，唱大戏必然会有很多人，有人流量就有市场，趁机做点小买卖，就能度过眼前的危机。多谢小哥告知，咱们县太爷可真是个好官。爹，您来啦！云儿，大冬天的这么冷，谁让你在外面洗衣服的？你年纪这么小，冻伤了怎么办？爹，我没事儿的。都已经这样了，还说没事，爹怎么交代的？照顾好娘和妹妹就行，这活不用你干。三郎，衣服是大嫂拿来的，说下雪天不能闲着吃干饭，二丫心疼妹妹，便自己洗了。都怪我身子不方便。赶紧吃吧，这是爹从县城买的肉包子，一路都用油纸包着，还是温的。这是爹买给你们吃的，看你娘干什么？赶紧吃，这可是肉包子，凉了就不好吃了。既然是爹买给你们的，就赶紧吃吧。你也吃，
这几天天天都是米粥，一点营养都没有。三郎，别光顾着我们，你也吃。我在县城吃过了，你们吃。你们娘几个在屋里待着，我去处理点事情。老大家的，这火炉里的火烧的还旺着呢，你省着点吧，家里的柴火可不多了。等我大孙子回来，还要天天沐浴洗澡呢。娘，只是一些柴头而已。现在天气这么冷，咱们要是不用柴头，可是要冻死人的。等将来咱们家旺哥考取了功名，这点柴头算到了什么？到时候咱们就烧那金银丝的红罗炭。我听说只有那些富贵人家才能烧得起那些好炭。您到时候可是咱们家最尊贵的老太君呢，现在何必在乎这点柴草？老大家的这话说的倒是不错，不过那也是将来的事儿了。现在咱们家为了供旺哥读书，都是勒紧了裤腰带过日子，能省点还是要省点好。年后孙子学堂里还要教束修呢，你这当娘的也得上点心。娘，这些柴斧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你回头让三弟和五弟上山再去砍点就是了。大嫂，你倒是砍他人之辞海！这么冷的天气，你咋不让大哥上山去砍柴呢？合着就我和三哥是大冤种是吧？老五，你这叫讲的什么话？我好歹是你长嫂，你有没有点规矩？叫你出把力气，你倒还端上架子了。往后等咱家旺儿高中做官，难道还能亏了你这个当武书的？哼，你一个壮小伙，多干2步哪能累死？做事少这么抠抠搜搜的。大嫂，你既然把话说开，咱今天就论论理。家里挑粪种地哪样不是我和三哥顶着？可甜头半毫挨不着咱们。旺儿去学徒听课，前后熬了7、8载，如今连个最低的童生都考不下来。指望他当官老爷封妻印子，那得等到下辈子去。只怕咱爹娘骨头都熬化成灰了。为了托举秦望一人进学，咱这屋过得还算人日子吗？二姐年纪轻轻被赶去婆家，只图换那2两彩礼。四哥穷得娶不起妻，受辱去贺家做了上门女婿，我至今也没讨着老婆。最让人心寒的是三哥，为全家掏钱肉汗，做牛做马，死不吭声，最后竟沦落到连亲闺女都保不住，要卖了。眼下三嫂月子里，连口果腹的粮都没有。要不是她落难成了罪人之后，怎肯委屈嫁三哥？不然三哥早跟我一样打光棍了。可你倒好，整天还在那儿夹枪带棒的骂人。老五，嫂子明白你有闷气，可人家老三自己连半个字都没讲，你在这冲什么大英雄？还不是怪你三嫂肚子不中用，一连生下5个赔钱货。但凡他能给老三留下个男顶，何必将来眼巴巴仰仗咱们旺儿摔盆打伞？这人啊，没生儿子的命就得受着。大嫂没说错，过去的我是脑子进水，抛着自家亲骨肉不管，倒去贴补个外亲，确实犯贱。可从今往后断无可能，我跟娘早就交过底了，日后旺儿是好是歹跟我毫无相干。还有旺儿右为那儿搬走的好书和孤本，15天内分毫不差全送回来，不然我不介意亲自去趟献血。老三，你够了！秦望是你亲侄子，咱们血脉相连，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不就是用了弟妹几本书吗？你又没有儿子，那些东西留着也没用，还不如给旺儿撑门面呢。素娘是你大嫂，你怎么能这样对她说话？你这简直是目无长辈！我的天爷哟，这是干什么？老三，你发的哪门疯？这么冷的水怎么能浇到你大哥身上呢？这要是得了风寒，还不是要花钱吃药？娘，你疼我要是有我大哥半分，我也不至于把这盆水浇到他身上。你不心疼我也就算了，反正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了。但是你心疼你的大儿子，我也心疼我的女儿。他们凭什么大冬天的指使我闺女给他们洗衣服？是真把自己当老太爷了是吧？你就算不愿意，好好说就是了，何必发这么大的火？再怎么说，他们也是你大哥大嫂。我知道你的心一直都是偏的，我就算跟你讲什么大道理，你也听不进去。我只告诉你们一句话，以后谁敢祸害我女儿，我就让他加倍偿还。还有你们俩，也别想着在背后搞什么幺蛾子，要是被我发现了，我都算在秦望头上。到时候他要是读不了书，我看爹娘还会不会这么偏心。三哥威武啊！老五，你闭嘴！你在这里瞎起什么哄？老三，爹知道这些年你受委屈了，但是你也知道，咱们家只有旺哥一个男娃，他是全家唯一的指望。家里出一个读书人不容易，年后旺儿就要考童生了，你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闹出什么幺蛾子，要不然你如何能对得起咱们秦家的列祖列宗？既然爹到这么多年我受委屈了，就该想方设法的弥补我，而不是让我像以前一样继续受委屈。能不能对得起秦家的列祖列宗我不知道，但是我不能对不起我的媳妇儿和女儿。说过的话我不想再重复，以前的事情吃亏也好，沾光也罢，我也不想再追究了。我现在只有一个要求，拿回若薇陪嫁的那些书籍。还有，我不管你们是谁，以后再欺负我媳妇儿孩子，我跟你们没完。当初你们嫌弃若薇一连串的生了好几个女儿，把我们一家分了出去，那咱们以后正式分家就行了。现在天冷，地里也没什么庄稼，等年后吧，年后咱们把地方分开。还有家里的家产，这么多年我为家里当牛做马，家里许多东西都是我置办的，家里的钱和物我至少要拿一半。
老三，你口气也太大了吧！你二姐是女子，已经出嫁了不算，咱们家弟兄4人，你自己就要一半，你也不怕撑死？大哥大嫂这么多年趴在我们兄弟几人身上吸血都没被撑死，我不过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怎么就能撑死呢？大嫂这会儿想起来，这个家是我们兄弟4人的了。当初老四被迫入赘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说的。你当时敲锣打鼓的，恨不得要与老四断绝关系呢。再加上这么多年家里家外的活都是我和老五干的，至于你和我大哥吗？不是腰疼就是腿疼，身体比爹娘还不如，早早就过起了养尊处优的生活。你有什么脸面说这个家有你们一分？我给你们老秦家生了唯一的孙子，就是家里最大的功臣。想当初我为了给你们老秦家生下男丁，还坏了身体，再也不能生孩子了。你们如今见我没用了，都来欺负我。你这么能装，何该到那男曲班子里去唱戏，必定是个绝。收起你的神通吧，我不吃你这套。你生的是自己的儿子，延续的是你的血脉，别把什么都扣在别人头上。你要是不想让我再说出什么难听的话，就给我闭嘴。哼，老大，你赶紧回屋去换身衣服，一会儿莫要冻坏了，不然还得花钱。老三不会来真的吧？他要是真分家撂挑子不干了，可怎么办？家里地粮那些活可全指望着他呢。不会的，老三一向懂事听话，不会真撂挑子的。我估计是他媳妇儿又生了个闺女，他心情不好。你以后也别太区别对待了。老三媳妇儿还在坐月子，你是做婆婆的，多少也上点心，让老三感受到咱们也是重视他的。哼，他进门这么多年都没给咱们家生下一个带把的，我没把他赶出去就不错了，还让老娘上赶着伺候他，想得美呢。让你去就去，怎么这么废话？要是哄不好老三，他真撂挑子不干了，你指望着我这老胳膊老腿的下地干活吗？我这招谁惹谁了？你们凭什么都朝我发火？这肉包子可真好吃，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吃到呢。要是以后顿顿都能吃上肉包子，那可就太幸福了。咱们家穷，你爹好不容易买了几个肉包子都没舍得吃，你这丫头解解馋就行了，做梦也不敢想这么好的事儿。谁说做梦都不敢想这种好事？不就是肉包子吗？你放心，用不了多久，爹就能让你天天吃上。三郎，这么冷的天，你刚刚干什么去了？没干什么，把脏衣服还给他们而已。若薇，以前是我亏欠你们，以后绝不让你们娘几个再受委屈。你也不用再对他们卑躬屈膝，咱们又不靠他们吃饭。三郎，得罪大哥大嫂我倒不怕，可秦王毕竟是秦家独苗，咱们这样，爹娘会不会不高兴？你不用有这个顾虑，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等年后开春咱们就分家，各过各的。三郎，这样会不会不太好？都说家和万事兴，我不想三郎因为我们娘几个被村里人在背后说三道四的。若梅，家和万事兴是有前提的，父慈才能子孝。若是不分对错，一味忍让，那叫愚孝。你跟着岳父读过书，可千万别反倒变迂腐了啊！这还是我认识的秦朗吗？这说话的阵势，简直像换了个人。坏了，若薇这是看出异常了，看来以后得一点点透底，不然天天装非得把我憋死。不过，哪怕真是被谁夺了舍，只要是现在的他，我也愿意一辈子将错就错。来，看看我都带了什么回来。三郎，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回来？那半头野猪这么值钱吗？咱那半头野猪可是卖了将近2两银子呢。你刚生完孩子，这一篮子鸡蛋给你补身子，这块白色的布给咱们5丫头做尿布，这些花布等你出了月子，给几个丫头每人做身新衣服和鞋子吧。好，等我出了月子就给他们做新衣服，到时候正好也该过年了。来，每人再分1块糕点。你们刚才已经吃过肉包子，现在不能多吃。好。瞧我这记性，居然忘了今天是咱们家小五的喜三礼。虽然咱们现在条件不允许，但是该有的仪式感绝对不能少。三郎，这喜三礼是要请福婆或者我娘来的，你知道的，我爹娘他们还远在北疆呢。不用请什么福婆，咱们自己给孩子洗。你等着，我去准备东西。一喜聪明伶俐，2喜福寿绵长，3喜百病全消。滚灾滚灾，灾难滚开，宝宝聪明，健康常在。怎么？难道是我做的不对？不，三郎，我只是觉得你认真做事的样子格外好看。那什么，仪式结束了，快抱小五进被窝吧，免得他着凉了。爹，鸡蛋，
四丫要吃鸡蛋。这个鸡蛋刚刚已经替小五去过胎毒了，可不能吃。鸡蛋好吃，四丫要吃。看，爹没骗你吧？这鸡蛋真不能吃。等会儿爹爹给你煮个好的，可以吗？好。行啊，老三，我10天半个月舍不得吃个鸡蛋，你倒好，给个臭丫头片子吃上了。说，你是不是背着我藏私房钱了？我能挣多少，娘心里最清楚，为何还要跑来兴师问罪？我这不也是为你好，怕你乱花钱，你赚的钱交给我保管，等将来你有了儿子，娘还能亏待你。还为我好呢，你能有这么好心？那娘今天到底干嘛来了？如果是要说风凉话的，那您现在就可以走了。娘这也是关心你们，虽说生的都是丫头铺燕子，但好歹也是秦家血脉。你们这屋没粮食，我还能不管了？所以从今天起，你们就跟着我们一起吃，省得将来你们埋怨我这老太婆偏心。说的比唱的好听，还指不定憋什么坏呢。后天我还要进城做生意，总得给若薇他们留个安稳吃饭的地方。既然这样，那就多谢娘了。对嘛，这才像一家人，相互扶持。那娘就先走了。别担心，我刚去老宅闹过一场，短时间内他们不敢对你们娘俩怎样。而且我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他们照顾你们也是应该的。你让娘照顾我们，那你呢？这几天城里就会有戏班唱大戏，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做点小生意，好有钱给你坐月子补充营养用。三郎第一次做生意，我现在也帮不上什么忙。这簪子是我娘当年给我的陪嫁，你拿去换点银子做个本钱吧。好看，咱若薇戴上这发饰，果然有富家小姐的气势。我是让你拿去做生意用的，你怎么又戴在我头上了？这是你娘留给你的念想，你平时都舍不得戴，我怎么能拿？再说了，只有没本事的男人才用媳妇的嫁妆，要是靠卖她做本钱，那这生意我宁愿不做。可是你不是要做生意吗？总得要有个本钱。喏，卖野猪肉的银子还没花完，拿这些做本钱足够了。明天我就进城采买一些摆摊需要的东西。真难洗啊！上辈子我哪里干过这种活？爹，是要拿这些猪下水去做生意吗？是啊，等爹赚了钱，就给咱们淑云买漂亮的衣服穿，好不好？我不要漂亮的衣服，只要咱们一家都平平安安的就好了。好，咱们一家会平平安安的。等爹去城里做生意了，家里可就全指望你了。你要好好照顾你娘还有妹妹们。爹，你就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家里的，绝对不会让大伯母和奶奶欺负他们的。好，有咱们二丫保护你娘和妹妹们，爹就放心了。县衙的速度还是很快的，舞台子已经搭好了，只等明天唱戏。店家，给我打个小炉子，摆摊用的。好的，小伙子，300文钱，我现在就给你打。真贵啊！好。这下子昨天赚来的钱就基本花的差不多了，希望摆摊计划能顺利进行吧，不然一大家子就得喝西北风了。三郎，快来吃点儿，娘刚把粥送来。娘还算守信，这粥也还算浓稠，不过也只能吃个半饱。你们先吃着，我再去煮几个鸡蛋给你们加餐。就这卤汁，卤个鞋垫子都能让人爱不释口。这些全卤完还得好一会儿，趁这个时间把火烧也做出来。接下来把饼子烙熟就可以了。对了，就是这个味道。火烧软烂筋道，猪肺软嫩鲜滑，麻辣的滋味更是点睛之笔。这味道真不错，一点也不比正宗的卤煮火烧差。这一份给若薇。三郎做了什么好吃的？怎么这么香？尝尝，我做的卤煮火烧。卤煮火烧？对，我新研究出来的。你帮忙拿味儿，看看好不好吃。三郎肯定得笑话我了，我刚刚的吃相那么难看。怎么样，吃饱了吗？要是没吃饱，我再给你盛一碗。吃饱了，三郎，我吃饱了。那你觉得怎么样？我打算拿这个卤煮火烧出去摆摊，客人会喜欢吗？你早说是拿出去摆摊的，我就不吃了，这样还能多卖点。不过这个卤煮火烧确实好吃，一点不比酒楼的菜品差。好吃就行。时间不早了，我得赶紧进城去。
免得一会儿娘来了，我又得费劲解释一番。这么热闹，今天的生意肯定差不了。什么味道？怎么这么香？奶奶的，看个戏都不让人安生，这么香，这戏还怎么看得下去？小哥，你这卖的是什么吃食？怎么这么香？我这个叫卤煮火烧，里面都是肉，可以搭配白面做的饼子一起吃。那你这卤煮火烧怎么卖的？单要卤煮8文钱一碗，加火烧10文钱。客官要不要来一份尝尝？有肉有面，还可以放点辣子，这天气吃了保管浑身暖和。那你给我来一碗，再给我加个火烧。好嘞，马上给您做。客官要不要来点辣油？少放点，我尝尝味儿。给我来一碗，加一个火烧。我要一碗，多给我放点那个肥肠，再放点辣子。大伙儿别急，一个个来。诸位，实在不好意思，我的火烧已经全部卖完了，后面你们再买的话，就只能单买卤煮了。哎呀，没火烧可惜了。那也给我来一碗卤煮吧，尝尝味儿，驱驱寒也行。今天可没少赚，这些差不多得有3两多银子。照这速度，等这几天大戏唱完，我绝对能大赚一笔。家里那副野猪下水，算是全用完了，以后就得从肉摊上现买了。兄弟，买点什么？咱这猪都是今天刚杀的，新鲜的很。老板，你这儿有没有猪下水？多少钱一副？10文钱，倒是挺便宜的。大兄弟，大白天做梦呢！一副猪下水好几十斤，虽说腥臭难洗，但好歹也是肉。10文钱，你当我开善堂呢？不卖就不卖嘛，干嘛说话这么难听？我问你价格你不直说，你伸出10个手指，谁知道你什么意思啊？眼前这人看着挺精明，总不能是个傻子吧？大兄弟，我说的是100文，这一整副猪下水哪有10文钱卖的道理？看你人挺实在，你要是诚心买，我给个实诚价，80文，1文都不能再少了。行，80文就80文，不过我要新鲜的。好，大兄弟你放心，咱们家这猪下水可新鲜着呢，都是今天的货。可以。老板，明天若是有新鲜的猪下水，你还给我留着。好，好，大兄弟放心，明天杀了猪我还给你留着。咱们就在家里等着爹。爹昨天说了，他出去做生意，咱们得照顾好娘和妹妹。既然已经答应了爹，就不能反悔哦。咱们二丫果然长大了，有做姐姐的风范。爹，听娘说你一大早就进城去做生意了，怎么样？今天有没有赚到钱？放心吧，咱们家的生意好着呢，我今天准备的货都卖光了。看看我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了。爹，这糖葫芦是买给我们吃的吗？当然是买给你们吃的，拿着吃去吧。不过吃的时候要注意点，别把糖粘弄在衣服上了。这大冷天的，衣服干得慢，你们又没换洗的衣裳，弄脏了可不好洗。怎么，你们不喜欢吃？不应该啊，小孩子不都挺喜欢吃糖葫芦的？我们喜欢吃，不过第一口应该让爹先吃。您出去忙活了大半天，辛苦了。我记得后世的糖葫芦没这么酸啊。行了，你们吃吧，爹不爱吃糖葫芦，尝一尝就行了。三郎回来了，你是不是又给那3个丫头带好吃的了？给他们每人带了1串糖葫芦，等你出月子，我也给你买1串。我又不是3岁小孩了，吃什么糖葫芦？
我是怕你把那几个丫头惯坏了。我是他们的亲爹，自然得疼他们了，免得将来长大了被外头那些臭小子几句花言巧语和蝇头小利给骗走了。咱们小五今天有没有闹人？这小丫头乖得很，除了饿了和褥子尿湿了会闹人，其余时间要么睡觉，要么睁着眼自己玩。这是今天赚的银子，我没有来得及细数，不过大概有3两左右，都交给你保管。这也太多了吧！要是摆上几天摊儿，咱们岂不是要发财了？其实也不算多，刨去成本和人工，算下来也就赚了2两银子。而且这次是沾了县里唱戏的光，等这几天大戏一散，生意怕就没这么红火了。之前三郎无论赚了多少，都会交到娘手里，可如今他竟然要全都交给我。三郎，你真要把这些银子都交给我保管吗？那是自然，你是我娘子，我赚的钱交给你保管不是应该的吗？等钱攒够了，咱们就去把书月赎回来。也不知道那丫头这2年过得怎么样。二丫，去烧锅热水来。爹爹，我们要给你帮忙。爹爹自己就行，天太冷了，你们赶紧进屋去，别冻坏了。不冷，我们不冷，就算不干活也要在这儿陪着爹爹。天色已经不早了，老宅怎么还没送饭过来？原来三哥在家呀，我来给三老送饭，刚从城里回来，我去给你三老送去吧。起来吃饭吧，五弟给你送饭来了。真是麻烦五弟了。三嫂，这是什么话？你和三哥待我最好，送个饭算什么？我本来想让娘弄点好吃的给你补补身子，娘偏他嫂一直在娘耳边哭穷，非说要给秦望攒束修，现在连个鸡蛋都舍不得给你吃。没事儿，娘能给我碗吃的就已经很好了。行了，老五，爹娘一向偏心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放心，我不会让你跟着我受委屈的。就三哥家这伙食，三嫂怎么有这么好的气色？小五，看看五叔。三哥，有几句话我不吐不快。你就是太实在，爹娘偏心大哥一家，好东西全紧着他们，为了给秦望读书，更是把家底都掏空了。我没娶妻就算了，可三哥，你总得为嫂子和小侄女们想想啊。你说的三哥都明白，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以前是我太愚孝，办事糊涂，以后再也不会了。三哥这是变了，我以前和他说这些，他都是一点听不进去的。老五，三哥这2天在城里做点小买卖，一个人有些忙不过来，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跟着我一起干？三哥，你能做什么买卖？我在城里卖一种叫卤煮火烧的新吃食，今天试了1天，生意不错，咱俩从小到大感情最深，所以我想带着你干，等将来赚了钱就给你娶个媳妇儿，怎么样？能娶媳妇儿，那可太好了。好，三哥，我听你的，跟你一起干。只是爹娘那边要怎么说，他们早晚会知道的。无妨，知道就知道，我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办法。那就好，需要我做什么，三哥你尽管吩咐。不用紧张，咱们就是摆摊做点小买卖。明早你来帮我备货，等进了城，你只管洗碗收钱就行。好，那我明天一早就过来。娘要是问起来，我就说跟你到城里找活干去。就这点东西，肯定不够我和孩子们吃的。正好用这野猪肉和糙米，给孩子们做个瘦肉粥。剩下的骨头，就给若薇再熬个骨头汤补补身子吧。哪个挨千刀的家里日子过得这么好，背地里偷偷吃肉，还弄得那么香。等将来旺儿做了官老爷，我也顿顿吃肉，连家里的狗都安排上。陈氏，你站在院子里自言自语的干什么呢？娘，我这不是刚吃完饭，在院子里消消失吗？也不知道谁家在炖肉，香得不得了。娘，咱们家好久没见荤腥了，要不明天去城里买点肉打打牙祭吧？吃肉？你想屁吃呢？老三家的坐月子，我连个鸡蛋都舍不得给，你倒惦记上吃肉了。赶紧滚进屋把锅碗刷了，别一天天懒得就差拉裤裆里，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娘，我一会儿就去收拾。唉，以前这些活可都是三弟妹干的，你说她也休养好几天了，生个丫头片子哪有那么娇气？明儿就让她起来干活吧，在不在让二丫顶上，总不能让他们一家子吃白饭吧？
搁以前我还用你这懒婆娘提醒，可老三前些天才来闹过，这时候还让他媳妇儿干活，后面还能有安生日子？让你干活就去，磨叽什么？老三家的还在坐月子，你少攀扯他。虽说他生的都是丫头片子，但那也是我秦家的种。别以为你好到哪儿去，进门这么多年也就下了一个蛋。是，娘教训的事，我现在就去。也不知道是哪个败家子儿，大晚上炖什么肉，勾得人肚子里的馋虫都出来了。爹娘，三哥说了，让我明天跟他一起去城里干活。我跟你们说一声，明天不用做我的饭了。干什么活儿？一天能给多少工钱？让你三哥把你大哥也带上，他在家闲着也是闲着，省得你们总说我偏心。娘，大冬天的能找到活本就不易，能管顿饭就不错了，先别想工钱。再说了，大哥一心想当官老爷，哪干得了这种粗活？别到时候活没干成，反倒连累我和三哥。你大哥也没你说的那么无用吧？曹操说的对，赚不赚钱的先不说，这大冬天的，家里地里都没什么活可干，还要养着这一大家子吃饭。若是能少2张嘴吃喝，也能省下不少粮食呢。你来的倒是挺早的。三哥，我昨天激动了一晚上没睡着，干脆早点过来帮忙。那你去烧火吧。三哥，这猪下水又腥又臭的，像咱们这种穷苦人家偶尔尝一尝还行，这要是拿出去卖，会有人买吗？这你就不懂了吧？这猪下水处理干净，再配上我的独家秘方，卤完后比猪肉还香。等会儿做好了，你尝尝就知道了。昨天只是试试水，做的少了不够卖。今天准备的食材比昨天多了1倍，应该是够了。你先尝尝味道如何？等会儿卤好了下水，把这饼子泡到汤里，那才好吃呢。这白面做的饼子就是好吃。三哥，这真是猪下水做出来的，也太香了！你刚刚不是亲眼所见吗？这还做得了假？我跟你说，许多食材只是闻起来臭，但是吃起来很香，比如臭豆腐、螺蛳粉。臭了的豆腐还能吃？吃坏了肚子怎么办？当然能吃了。以后跟着三哥混，我保证你能吃到许多你以前没吃过的美食。你先吃着，我去给你嫂子送一碗过去。你先吃着垫垫肚子，我在锅里给几个丫头留了火烧，让她们饿了吃。卤煮我没留，主要是怕被人知道了，我不在家，你们守不住，再受了委屈。三郎放心，我会照顾好几个孩子的。居然是庙会，还有唱戏的。三哥，你从哪里找了这么好的地方？我也是有次进城偶然得知的。这场大戏是县太爷为土地庙的土地爷请的，昨天是第1天，我已经问过了，这戏班子大概能唱个5、6天。这几天咱们得抓紧时间。昨天我带的卤煮火烧就没够卖的，今天看看情况，若是再不够卖的，明天就得加量。这年头没什么娱乐活动，村里也请不起戏班子，能赶上一次庙会不容易，就让曹操这小子多看会儿吧。老板，给我来碗卤煮火烧，你们家这做的真是太好吃了，又入味又管饱。昨天吃完回味了一宿，今天早上我可是连早饭都没吃，特意来等你们家的卤煮火烧。哟，承蒙您昨天捧场，我这就给您做。今天您是第1位客人，我给你多放点肉。您要不要辣子？要，多放。你们家的这个辣子也好吃，香而不辣，吃完发发汗，正好暖和。没想到三哥还真是做生意的料，平时老实木讷，做起生意来像换了个人一样。三哥，你这也太厉害了吧！这事儿也没什么难的，熟能生巧，你也可以的。多谢大家捧场，今天的卤煮火烧已经全部卖完了，大家若是有想吃的，就明天再来吧。我们明天还在这里摆摊。老板，你们就不能多做一点？早晨那会儿刚吃过早饭，不饿，等这会儿好不容易饿了，你们家又卖完了。感谢诸位的捧场，只是这猪下手极难清理，我必须保证所有的食材都干净卫生。另外，我家的猪下水用的是秘制的卤料方，里面放了许多珍贵的药材，不仅好吃，而且还滋补。
每天能做出这么多，我已经尽力了。我今天回去尽量多准备些。长潮，我们去采购一下明天的食材。大兄弟，你真来了！我今天有2副猪下水，你能不能都吃得下？要是你全要了，我再给你便宜10文钱。有秦朝帮忙，可以多做一些。毕竟等过了这几天庙会，可就没这么大的人流量了。行，这2副猪下水我都要了。不过老板，你能不能送我一些大骨头？没问题。三哥，你这是干什么？这是今天你的工钱，你跟着我忙活了1天，辛苦了。就算去码头扛大绑，1天也赚不了这么多钱。跟着三哥一起干活，不仅轻松，吃的还好。三哥还给我这么多工钱。三哥，咱们是亲兄弟，这钱我不能要。再说了，你不是说赚了钱要给我娶媳妇儿吗？三哥，你不会变卦了吧？三哥，你不会是真的想变卦吧？你可是答应了我的。我这辈子也没什么大愿望，就是想媳妇儿孩子热炕头的，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放心吧，三哥答应你的事儿绝不会变卦。不过这事儿你还得再等等，我赚了钱得先把你大闺女赎回来。这孩子年纪这么小就被咱娘卖了给秦望教束修，这2年不知道受了多少苦。这事儿一直是我和你三嫂的心病。这是应该的，大丫这孩子从小就懂事儿，我也心疼她。当初娘要卖了她，我就不同意，奈何咱们2个都人微言轻的。这事儿都是原主这个做父亲的不称职，实在想象不出来什么样的人能为了自己的侄子卖了自己的亲闺女。行了，不要想这些了，只要咱们好好干，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的。你相信三哥。三哥，这工钱我放你这儿存着，拿回家早晚得被娘和大嫂抠走。你想着以后给我娶媳妇儿就行了。好，我帮你存着，你想用钱随时来拿。今天的货也采购完了，那我们就先回家吧。五叔，你们回来啦！怎么样？今天在家里乖不乖？我们很乖的，我刚刚帮着娘给五妹换了尿布，而且我们1天都没出门，一直守着娘和妹妹。那你们今天吃饭了吗？吃了，早晨奶奶送来了2个窝窝头和1碗糙米稀饭，娘说她不饿，让我们3个分着吃了。爹在锅里给我们留的饼子，我们也和娘分着吃了。就知道秦老太太送来的那点干粮，他们娘几个压根吃不饱。以后爹出去摆摊儿，你们饿了就自己煮饭，米缸里有爹买的糙米。这是爹从庙会上买的，你们拿去分着吃吧。谢谢爹。我就说这几个丫头最近活泼了不少，原来是被三哥宠的啊！她们是我闺女，我自然要宠她们了。这养闺女不比养儿子，一定得给够眼界和底气，将来才不会被别的臭小子几句花言巧语和一些小恩小惠的给骗走。行了，你先把车上的猪下水和白面搬下来，再烧上1锅热水，一会儿咱们还得清洗这些猪下水呢。我先去看看你三嫂。哎。你还在月子里，怎么就开始做起衣服？万一用眼过度落下宫病怎么办？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没事的，我生完孩子已经好几天了。你每天早出晚归的忙碌着，我不能总躺在床上，我也想为家里做点事情。我是男人，养活这一大家子是我的责任。就算你想给孩子们做衣服，也得等你出了月子，身体好利索了再说。赚的铜板太碎，不利于你保管，我就把铜板换成了2两银子，你收着吧。今天的生意这么好吗？这是自然，咱们家的炉煮火烧可是独一份儿。城里土地庙这几日正唱大戏，人也多，等过几天就未必会有这么好的生意了。而且我还有5弟帮忙，赚的自然多点。辛苦三郎了。哇，之前听人说过有个大户人家清理猪下水用的是白面，没想到这草木灰竟然也能把这猪下水上的粘液和腥臭味都吸附了，真是妙极。草木灰是碱性的，用处多的是，可不止这一件。老五，天色不早了，咱们收拾摊子，早点回去吧。我看着这日头还挺高的，要不咱们再等等？这恐怕不行，咱们收了摊之后还要去采买明天需要的食材，回去还得清理呢。另外，你嫂子和几个孩子单独在家我不放心。行，那咱们现在就收摊。
两位小哥留步，你们就是卖卤煮火烧的吧？是我们家卖的卤煮火烧，不过我们已经收摊了。这位大哥，你若是想吃，就等明天再来吧。哎呀，还是来晚了。不瞒你说，是我们家老爷听说最近庙会这边新出了个什么卤煮火烧，特意让我来看看的。我从东城一路跑过来的，没想到还是来晚了。您看这样行不？火烧今天是没有了，不过卤煮还有一些。你若是要的话，可以带回去当下酒菜。行，有卤煮也行。你们还有多少？都给我吧。还有几根肥肠、半颗猪心和半个猪肺，您看看能不能要得完？都要了，你给我装起来吧。多少钱？本来我们这些卤煮若是按碗卖的话，能值1两银子。现在您一下子全要了，我这边也省得麻烦了，您就给800文吧。不用找了，多出的200文就当是赏你了。咱们家老爷不差银子，要是好吃了，我明天还来。这也算是收到小费了吧？三哥，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头？也太大方了吧！一下子多给了200文钱，这下咱们可赚了。行了，人家只是来买卤煮火烧的客人，没必要这么好奇。钱老板，这戏曲马上就要结束了，你接下来要去哪里摆摊儿？还不太确定，应该会在家休息几天，等过几天再说。那你就没想过在城里搞个铺子，这样有个固定的位置，我们想吃你家卤煮火烧的时候也能找得到啊？这位大哥，您这是抬举我了，我哪有云钱开铺子？先休整几天，等回头攒足了本钱，一定开个大铺子。趁着现在没客人，咱们再吃点，明天不用摆摊了。今天咱们可以晚回去会儿，你吃完了可以尽情的看戏。三哥，你真够意思。其实我从小就迷看戏，还经常做梦自己有一天能登台唱一出呢。可惜，没想到你还有这个爱好。这年头戏子名声不佳，都是达官贵人的消遣玩意儿罢了。你怎么会喜欢唱戏？是觉得他们在舞台上很威风吗？那倒不是，主要是我戏班子伙食好，隔3差5能吃顿肉。这戏唱得真不错。那是当然了，这戏班子可是玉明堂，有名的很。他们平时只给大户人家唱戏，规矩也多。这次全靠县太爷亲下帖子才请得来。那确实，咱们是沾了县太爷的光，才能听得上这么好的戏。百姓们都对老爷感恩戴德呢，要不是您，他们也没福分听到这么好的戏。你少在这儿拍马屁，我请戏帮子也不过是想让百姓跟着热闹热闹，能让百姓吃饱穿暖才最重要的。对了，你上次买的那卤煮火烧是在哪儿？带我去尝尝。就在那边，老爷您跟奴才来。不过是穷书生与富家千金私奔，10年后考取功名，衣锦还乡，岳父母归地相迎的老掉牙故事了，没有一点新意。三哥，你摇头干什么？难道是这戏不好看？确实不怎么好看，故事俗套无新意，唱腔也不够优美。这样的戏，你三哥我也能信手拈来。三哥你就吹吧，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这可跟做生意不一样。这有什么难的？我现场就能给你来一段。忆昔当年泪不干，彩楼绣球配良缘。平贵将了红樽盏，唐王考封我督府官。西凉国造了反，你弟的府上点8本残，逼我披挂到阵前，拆散鸳鸯各一边。黄沙滚，烽烟漫，后来我反绑架坐在阴暗。这唱的也太好了吧，可比玉明堂的角儿唱的还好。是啊，这唱腔真是优美。这是什么唱法？怎么之前从来没听说过？诸位误会了，我没学过唱戏，这戏是我偶然间瞎琢磨的，怎么能跟人家专门唱戏的名角比呢？让诸位见笑了。这位小哥，你真是谦虚了，你这唱的确实好。陈某自认为走南闯北也算是有些见识的，却从来没听过你唱的这出戏。不知小哥可否告知这戏曲的名称？虽然没穿锦衣玉袍，但还是能看出这人一身贵气。旁边那个前2天来买卤煮的人对他毕恭毕敬，想必就是他口中的老爷了。这出戏名叫《红鬃烈马》，共包括13折。戏曲里主要是讲的薛平贵和王宝钏夫妻分别18年后又重逢，也是富家千金和穷小子的故事。有彩楼配、3击掌、武家坡大灯殿等13个选段。我刚刚唱的那段就是武家坡。虽说都是穷小子和富家千金的故事，但我感觉你说的这个故事比那些俗套的故事有意思得多。这位先生抬举我了，
我也不过是偶然得知这么个戏曲罢了。老百姓听戏多是寄托美好，可没有亲身经历过苦难，很难感同身受。就像咱们普通人，岁银几两苦中求，忙忙碌碌几时休。好一个岁银几两苦中求，忙忙碌碌几时休呀！我虽然没有切身体会过你们的辛苦忙碌，但我也知道你们的不易。不多说了，今天主要是来吃你们家卤煮的，先给我们来2碗。好的，马上给您做。2位客官，你们慢用。秦朝，剩下的不卖了，这点肉留着，拿回去给丫头们加个餐，解解馋。听过三哥唱的戏，再听这些真的很一般啊。成，听三哥的。哎，要是这县府出资的大戏多唱几天多好，咱们也能多摆几天。知足吧，也就咱们这县太爷是个清官，能拿出这么多银子让大家热闹热闹。真遇上横征暴敛的，找名目去搜刮百姓来摆阔，那才划不来。那倒也是。怎么回事？谁打的？淑云，你告诉爹，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脸上的巴掌谁打的？是大伯母打的。妹妹吵着饿了，娘就让我们拿出爹留的火烧分着吃。可是我们刚吃2口，大伯母就来了。她说我们偷鸡摸狗，背着家里偷吃，把我们的饼子抢走了不说，还打了我1巴掌。好一个陈素娘！看来他把我上次说的话当成耳旁风了。你等着，爹这就给你们出气去。五弟，你赶紧去看看，别待会儿真出什么事儿了。好，我这就去看看。三嫂，你别着急。老三，你不是去城里干活了吗？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哼，我要是不回来，还不知道我媳妇儿孩子被人欺负了。你胡说什么呢？你媳妇儿再怎么说也是咱秦家的人，谁敢欺负他们？那就是打我的脸，我第一个不同意。好啊，打我闺女的就是陈素娘，你不是要替我出气吗？正好也省得我动手。老三，你是不是搞错了？怎么会是你大嫂？二丫说的还能有假吗？还是说娘想偏心到底，一味的护着她？真要是这样，娘可别怪以后没我这个儿子。陈氏，你给我出来！娘，您找我，是不是该做饭了？我现在就去做。少打马虎眼，老三刚刚说你打了二丫，到底是怎么回事？娘，这都是误会，没有的事儿。小孩子胡说八道，你也信？正因为是小孩子，才不会撒谎。小孩子若不可信，那若薇呢？难道她也撒谎了吗？以前欺负薛若薇，她都不敢吱声，现在还学会告状了。陈氏，我不是跟你说过让你没事别去招惹老三家的吗？你是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了？娘，我是长辈，教训这偷东西吃的小丫头怎么了？她可是女孩子，从小若是品行不端，将来怎么嫁人？什么偷吃？那丫头偷吃什么了？是白面饼子，也不知道那丫头是从哪里偷来的。这要传出去，被村里人发现了，指不定怎么笑话咱们家呢。娘，我也是为了咱们家，为了旺儿的名声啊。老三，你大嫂说的也有道理。二丫真要是偷鸡摸狗的，咱秦家的脸面往哪里放？旺儿将来还得考科举呢。好一个倒打一耙，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人！我家二丫什么品行，我比你清楚。你说她偷鸡摸狗，你拿出证据来，说出来是偷谁家的？要是真的，我去磕头赔礼；若是冤枉孩子，别怪我的拳头不认人。要什么证据？我是没亲眼看到他偷，但他手里的白面饼子总假不了。咱们爹娘都吃不上白面，他个臭丫头哪儿来的？哦，什么样的白面饼子？你拿出来我看看。那白面火烧那么香，一抢来我就吃了，哪里能拿得出来？娘，你都看到了吧？大嫂无缘无故的打了我闺女不算，居然还冤枉她偷东西。这要是让外人知道了秦望有这么个娘，她以后在学堂里还怎么面对同窗？秦望平时不总念叨什么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大嫂做出这么臭不要脸的事，可是丢尽了脸面，不如死了算了。老三，你个黑心肝的，就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儿，就要逼我去死？我可是你们老秦家的大功臣，为老秦家生了唯一的男主，你们这是卸磨杀驴，过河拆桥啊！
闭嘴，陈氏！我忍你很久了，你别逼我现在动手扇你。今天这事你若不给我一个交代，这事没完。哟，老秦家怎么这么热闹？这是吵起来了？哟，秦老三平时跟老黄牛似的，今天发这么大火。该不会是因为年后要交树息，秦家又逼着秦老三卖闺女了吧？这也太可怜了。我看你们是吃饱了撑的，咸吃萝卜淡操心，自己屁股不干净，还看别人家笑话，滚滚滚！还嫌脸丢的不够多啊？有什么事儿不能自己家关起门来解决？老三，有话好好说，爹给你做主。老大媳妇，你再哭闹丢人现眼，若是影响了旺儿的名声，我就让老大休了你。你们都给我进屋！三弟是铁了心的要跟我作对吗？你就不考虑以后？你可是连个儿子都没有的。真不知道这人的脑子是怎么长的，都这个时候了，我还会在乎这些？当家的，你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摔倒？呀，你嘴巴上都是血！呀，我的牙掉了！老三，你个黑心烂肺的玩意儿！我可是你大哥，你怎么能下这么毒的狠手？你这个目无兄长、不尊不孝的玩意儿！看我今天不打死你！大哥，你自己摔倒了，结果却先倒打一耙。你跟大嫂真不愧是夫妻，想必大嫂做的那些事情你都是知道的。该不会这是报应到你身上了吧？好你个老三，真是翅膀硬了！你伤害手足，居然还不承认！你等着，等我家旺儿高中功名，第一个就收拾你。到时候我让你尝尝18般酷刑的滋味。他们果然没想着将来善待原主，可惜原主为了他们不惜卖掉亲闺女。大哥终于说出了真心话。什么举全家之力供秦望读书，将来他功成名就了，全家都跟着享福的话，一直都是骗我的。可怜我眼瞎心盲，居然信以为真，竟连亲闺女都同意卖了，我真该死！这是原主该得的，现在我替他承受。这秦家老大可真不是个东西，居然能说出这种话。老三为了侄子把闺女都卖了，这还没高中的秦老大就这么猖狂，要考中了还不得活剥了兄弟？秦朗，你以后也多长点心吧，放着自家闺女不疼，去疼什么侄子？我看你也是活该。大家说的对，是我活该，以前都是我识人不清，以后绝对不会了。老大，你胡说八道什么呢？老三为了这个家出了多少力，为了旺儿读书牺牲了多少，你居然敢说出这样丧良心的话！爹，您听我解释，是老三他背地里下黑手，他故意使绊子绊我的。老三，我刚刚就是气急之下才胡说八道的，你跟大家解释一下，是不是你先伸腿绊我的？都这个时候了，大哥还要冤枉我？你若是非要把这事儿栽赃到我身上，我认下就是了，省得让外人看笑话。这么多年，终究是我错付了。造孽啊！这事儿我能作证。五弟，太好了，我就知道肯定能有人还大哥清白的。你快跟爹娘说，就是你三哥把我绊倒的，我并没冤枉他，对不对？我刚刚看得很清，三哥离大哥远着呢，根本没伸脚。明明是大哥他自己摔倒的，肯定是大哥对前几天三哥不让二丫给大哥大嫂洗衣服的事情不满意，故意冤枉三哥的。你们两个是一伙的？好啊，老五，老三给了你什么好处？你这么帮着他，难道就因为他带你去城里干了几天活，你就向着他了？我劝你别鼠目寸光，等我们家旺儿做了官老爷，可是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五弟，三哥知道你这人性子直，爱说实话，但是大哥说的对，他们将来是要做官老爷的，你现在帮着我是在跟他们作对，万一他将来报复你可怎么办？够了，还嫌不够丢人现眼吗？都给我进屋里说！今天我无论如何都要替闺女讨回公道。都说说吧，到底是什么情况？大嫂跑进我家打了我闺女，还诬陷她偷东西。爹娘今天若不给个交代，咱们就正式分家。混账！父母再不分家，你把孝道放在了何方？父慈才能子孝，爹娘眼里有我这个儿子，我才能孝顺。若爹娘眼里没我这个儿子，咱们就去请县太爷断断是非。到时候大家倒要看看，旺哥有这样的父母，还如何在县学读书？陈氏，你个小家精，
今天不给老三一个交代，我就让老大休了你！爹，您不能这么绝情啊！我可是给你们老秦家生了唯一的男丁啊！你要不是旺哥的亲娘，难道你以为家里能容得下你张扬跋扈？这次的事情，你老老实实的交代清楚，不然别怪我不讲情面。我今天本来是去看三弟妹的，结果发现几个孩子在院子里偷吃饼子，怕他们偷鸡摸狗坏了旺哥名声，才教训他们的。你说他们偷吃白面饼子，东西在哪里？都到这个时候了，大嫂还不肯说实话，大哥若不敢休妻，我和老五现在就把他送回娘家。行，三哥，咱们现在就走。我看那白面饼子实在诱人，我就自己吃了。自己偷吃还诬陷我闺女，大哥对此事知情吗？陈素娘，你竟敢冤枉孩子，真是丢尽了旺哥的脸！你赶紧给老三道歉，争取老三的原谅。三弟，对不起，是我不分青红皂白就打孩子，你就原谅大嫂这一回吧。你该道歉的不是我，而是二丫。一个长辈，你居然让我给一个丫头片子道歉，这怎么可能？长辈，你哪里有点做长辈的样子？你若不想回娘家，就去给二丫道歉，否则这事我不管了。行了，你赶紧去给二丫道个歉，真把老三逼急了，影响到旺哥前途，你老太君的梦就全碎了。好，我愿意去给二丫道歉。你去把二丫带过来，告诉她有我在，不用害怕。爹，淑云别怕，有爹在呢。今天，爹一定给你讨个公道。人已经来了，大嫂赶紧道歉吧。二丫是大伯母不好，我也是怕你偷拿白面饼子坏了你哥哥读书人的名声才动的手，你就别生大伯母的气了。爹听你的，你若不愿原谅，咱们就不原谅。你打了我2巴掌，就想让我轻飘飘原谅你，我做不到！你个臭丫头，我给你脸了是吧？我已经低声下气的向你道歉了，你有什么资格说不原谅？这就是大嫂道歉的态度。既然这样，咱们还是分家吧。老三，你说的什么混账话？别动不动就把分家挂在嘴上，让外人听了看笑话。哼，既然大嫂觉得道个歉就能解决问题，那我现在打她一顿再道歉是不是也行？老三，你想干什么？都说长嫂如母，你敢打我，就是不孝。长嫂如母，我亲娘还没死呢，你就想替代她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在诅咒她。陈氏，我老婆子还没死呢，你想造反不成？娘，你别听老三胡说八道，我压根儿没那个意思，只是老三的要求太过分了，我可是他大嫂，他怎么能动手打我呢？老三，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只要不过分，娘都答应。第一，大嫂自扇2个耳光打我闺女的事才算完；第二，以后我们一家人单过不在一个锅里；第三，以后谁再敢私下欺负他们，我绝不轻饶。不过爹娘放心，就算咱们分开过日子，以后该孝敬爹娘的，我1分都不会少。以前让秦朗一家出去单过，也是嫌弃几个小丫头浪费家里的粮食，当时秦朗还不乐意，怎么这回倒是主动提出这事儿了？这里面该不会有什么猫腻吧？这事儿依你，但是将来旺哥出息了，你可不能上赶着来沾光。关于这件事，你们放心好了，我承诺，以后无论秦旺是富贵还是贫贱，都跟我们家没关系。不过，半月之期还剩一半，记得让秦旺尽早把若为陪嫁的书还回来。好事情，就这么办了。现在你们双方都在，老五，你替他们做个见证。行，既然这样，那我就替大哥、三哥他们做个见证。大嫂，你赶紧动手吧，一会儿天都黑了，别耽误大家的时间。这下你们满意了？大嫂放心，我秦朗一向说话算数，今天这事儿就算接过了。对了，我给几个丫头起了名字，
分别叫舒月、舒云、舒瑶、舒芷、舒宁，以后别一口一个二丫的叫，我们不爱听。三哥，你等等我！你可真不够意思！既然要分家，为什么不连我一起分出去？我也要跟你们一起生活。你胡扯什么呢？大娘还在，你又没成家，哪里能轮得到你和我们一起生活？不过你放心，以后三哥不会不管你的。走去三哥家吃饭。放心，有爹在，以后谁也不敢欺负你们。走，跟爹回屋，我还给你们留了好吃的呢。爹这几天一直在城里做生意，卖的就是这个卤煮火烧。不过烧饼已经卖完了，还剩些卤煮，你们凑合着吃吧。你们慢点吃，别噎着了。等晚上爹给你们煮肉粥吃。爹，这可是鸡蛋，娘平时都舍不得吃的。我的脸没事儿，已经不疼了。别动，你的脸受了伤，若是不用鸡蛋敷一敷，明天容易红肿。只是一个鸡蛋而已，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等回头爹多买点就是了。三哥，明天我们还去摆摊吗？钱是赚不完的，明天休息，你陪我去办件大事。三郎，你明天要干什么去？咱们手里的钱也攒得差不多了，明天我想去把大丫赎回来，让你们母女团聚。三郎此话当真？这还能有假？我这几天拼命摆摊，就是为了能尽快把咱们舒月赎回来。他这2年应该吃了不少苦，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怪我这个当爹的。不会的，当年的事你也有难处。我知道你也不想卖掉大丫的，你只是没扛住爹娘他们的压力罢了。大丫会理解的。院子都打扫干净些，回头老太太若看见半点灰尘，我可护不住你们。还有洗衣的手脚都轻点儿。春丫，咱们要是什么时候能像刘妈妈这样风光就好了。她就算再风光，也终究还是下人。下人怎么了？总比我在家里挨饿强。反正我是被爹娘签了死契以后，就都在陈府了。哎，听说老夫人要给少爷选几个贴身伺候的大丫鬟，要是被选中了，以后就再也不用干这种粗活了。春丫，你长得好看，要不去试试？说不定就一步登天了。我才不要一辈子留在这里由人摆布。当初爹娘求主家签的是活契，只要15两银子就能回家。可是我1个月工资才10文，2年了才攒下200多文。这15两的赎身钱，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攒够？我还能回家吗？三郎，这些银子真能把咱们大丫赎回来吗？你别担心，当初签的是15两的活契，现在咱手里有18两。无论如何，今天我都会把大丫带回家。大丫被带走的时候才9岁啊，如今都该11了，也不知道现在到底成了什么模样。三哥，收拾好了吗？咱们走吧。三哥，你这怎么还拎着包袱啊？里面装的是什么？里面装的是银子，这段时间摆摊赚的都在这里了。我要去把大丫赎回来。三哥，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好歹也跟爹娘他们商量一下呀。商量？当初卖大丫，就是爹娘拍板做的主。现在去说，你是能指望他们出钱，还是指望他们出力？老五，你动脑子想想，爹娘要是知道我手里有18两银子，是会让我去接大丫，还是直接抢过去，留给秦望做束修读书？三哥，不管怎么样，我都站在你这边。咱们先把孩子赎回来再说。老五，我信你，所以才让你跟我一道去的。你放心，三哥承诺你的事儿绝对算数。等三哥再赚了银子，就给你娶媳妇儿。三哥，你真是太好了！谁呀？要饭去别的地方，咱们府里不接待乞丐。三哥，他算个什么东西，居然骂咱们是乞丐！我非找他理论理论。老五，咱俩这身行头，在人家眼里跟乞丐有什么区别？把这口气给我咽下去！别忘了，咱们今天来是接大丫回家的，不是来闹事的。你们烦不烦？我都说了，若是要饭就到别处去，咱们府里今天不接待乞丐。小哥，你误会了，我们不是乞丐，更不是来讨饭的。我知道府里平时迎来送往的挺忙的，你也辛苦了，
既然你们不是来要饭，那是来干什么的？我是来赎我闺女的。2年前她被卖到了府里当丫鬟，这2年我好不容易攒够了银子，想把她赎回去。我在这陈府看大门也有些年头了，穷苦人家卖儿卖女的多如牛毛，可还能惦记着把丫头赎回去的。你倒是个难得的好父亲。你家闺女叫什么名字？是哪个村的？我闺女叫秦大丫，是10号村的。行，既然是来赎人的，那就跟我来吧。这事儿归府里的大管家管。我们陈大总管说了，让你们进去呢。陈大总管好，我们兄弟俩这厢有礼了。既然你们是诚心来赎人的，银子可带够了。再者，你们可想清楚了，咱们陈府里的丫鬟吃穿用度在外面可是比不上的。只要干够了2年，每个月工钱还能涨。一旦今儿个被赎出去，往后再想进这个门可就难了，还得按新来的粗使算工钱。大总管放心，银子我们带够了，陈府的仁义我们都记在心里。只是孩子年龄实在太小，做事不周全，我们做父母的实在不忍心。这陈总管就算再怎么风光，不也还是个高级下人？既然这样，你们跟我来吧。府里所有下人的卖身契都在老夫人手里，这是你们家闺女的卖身契，老夫人已经让人去通知她了，让她收拾完东西就跟你一道回去。这么着急忙慌的干什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在老夫人身边当差一定要稳住。刘妈妈见谅，我是得了老夫人的吩咐来传话的。老夫人有什么吩咐？是春丫的家人来赎她了，老夫人说了，让春丫收拾东西，跟她爹回去呢。老夫人还吩咐了，春丫在府里2年自己攒下的东西，她都可以带走，以彰显咱们府里的仁慈。这倒是个有大福气的丫头。他们今天没偷懒，也没犯什么错，刘妈妈应该不会罚他们吧？秦大丫，停下手里的活儿，去把你的东西收拾收拾吧。你爹来赎你了。自从我来到陈府，很少有人再叫她秦大丫了。刘妈妈，您刚刚说的是真的吗？我爹真的来替我赎身了。你这丫头，老夫人亲自让人过来传的话还能有假？赶紧收拾收拾吧，你爹在2门外等你。老夫人开恩，说你在府里伺候了2年，你自己攒下的东西都可以带走。谢谢刘妈妈，谢谢老夫人，我这就去收拾东西。夏丫，我要回家了，希望你也能心想事成，平平安安的。我会想你的。去吧，我也会想你的。赶紧走吧，别让你爹在外面等急了。行了，人各有命，羡慕是羡慕不来的。他爹能来赎他，说明他家里人还算重视他。但你签的是死契，就断了外头的念想吧。只要你踏踏实实干活，日子过得未必比他一个乡下野丫头差。三哥，都这么长时间了，大丫怎么还没出来？要不咱们再找人帮忙去传个话？等等，这陈家家大业大的，肯定规矩也多。就算赎回卖身契，他手头上的事情也要交代清楚才行。好，那咱们再等等。爹，2年不见，大丫长高了不少。你不知道，你爹为了能给你赎身，这2年也想了很多办法，好不容易才把钱凑够的。你在这府里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受委屈？陈家也算是咱们县里有名的善人了，应该不会苛待下人吧？行了，老五，你都说了人家陈家是出了名的善人，大丫在这里怎么会受委屈呢？况且陈老夫人还允许大丫拿走这2年在这里积攒下来的银子，人家已经是仁义之极，切莫在这里乱说话。咱们先回去吧，你娘还在家里等着你呢。大总管放心，这家都是老实人，不会对咱们陈府的名声造成什么影响的。咱们陈家一向仁义，也从来不会无缘无故的苛待下人，但是毕竟规矩多，眼下正是府里要紧的当口，需要一个好名声，不能在这种小事上出差错。不过这秦家人还算识相，行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好孩子，这2年真是委屈你了，以前的事都是爹的错，你放心，爹以后肯定会加倍弥补你的。爹，我知道当初你也是有难处的，是爷奶们非要卖了我给堂哥读书，我不怪你，而且你能来赎我，我就很满足了。大丫这2年在陈家应该也没受什么委屈吧？说不定日子比在家里过得还舒坦呢。刚才你真以为我在门外是真心夸他们仁义？我之所以在陈家那样说，是因为陈管家正在角落里监视着咱们的一举一动。你觉得咱们刚才要是在陈家大放厥词，咱们今天别说带走大丫了，怕是连咱们2个都不能走出陈家。不至于吧？陈家有这么恐怖？也许是我想多了吧。走，咱们赶紧回家吧。前些日子，爹和你娘商量过了，给你取了个新名字，以后你就叫舒月。爹希望你能像天上的皎皎明月一样舒展、安适从容。这个名字好听，我喜欢。不是三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学问了？这词儿一套一套的。以前秦望在家摇头晃脑背诗，我也没见你跟着学啊。
这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听多了也一样。再说了，这话是你三嫂子说的，可不是我说的。我才没有让女人启蒙，丢死人了。也是，三嫂可是秀才家的千金，想当初秦望那小子的启蒙还是三嫂教的呢。只是后来人家考上了县学，觉得女子启蒙丢脸，死活不认账罢了。一家子白眼狼。娘，你先喝一口。爹答应过今天带姐姐回来，就一定不会空着手进门。娘知道你爹现在说话算数，可他们到现在还没回来，没亲眼看见大丫进这个门，我这颗心就落不下来。那我陪娘一起等。三嫂，我们回来了。娘慢些。大丫，娘，是娘不好，让你受苦了。人都回来了，你还没出月子，现在还这么进屋？这是娘刚生的孩子，是弟弟吗？以后家里有男丁了，是不是就没人敢再随便欺负咱们了？不是弟弟，是个妹妹。若薇，这种话以后不许再说。生儿生女从来都不是你一个人能决定的。可村里人都说是女人肚子不争气。真要追究起来，也该先找我的原因，怪不到你头上。三郎，你不用再说了，我都明白。你明白什么了？不是，我说的是实话，不是在替他背责任啊。算了，反正他不再怪自己就行。姐姐，爹刚才说了那么多，到底是什么意思？大概是说咱们姐妹不用变成弟弟，爹也会喜欢咱们。娘，这是我这2年在陈家攒下的月息银子，我是下等丫鬟，每个月只有10文钱。虽然这点钱不多，但就当是给娘补贴家用了。我听说大丫回来了，到底是咋回事？我可先把丑话说在前头，我手里可没闲钱替他赎身。他要是被撵回来的，你们最好带着他去给陈家道歉。有我在，不用怕。我听村里人说你回来了，还以为他们是在胡说八道呢，原来是真的。你不是在陈家做丫鬟吗？是怎么回来的？难道真是犯错误了？是我把大丫接回来的，她是我的闺女。当初为了供秦望读书，娘硬是把她卖给了陈家做丫鬟。现在孩子大了，再待在陈家不合适，我就把她接回来了。老三，你少拿这话来蒙我！当初陈家可是花了大价钱买的人，你要是不往外掏真金白银，人家陈家凭什么上嘴皮碰下嘴皮就让你把人领走？娘说的对，不过我没说不给银子，大丫是我用15两银子赎回来的。花了15两银子赎回来的，你哪里来的那么多银子？这就不劳娘费心了，人已经回来了，正好今天娘在这里，我有几句话想提前说清楚。大丫是我的亲生女儿，以后谁若是再打我闺女的主意，别怪我翻脸不认人，哪怕是亲娘都不行。老三，我可是你亲娘，你对我就这态度？枉我前2天你和你大嫂出矛盾，我还站在你这边呢。您是我亲娘，我哪能不知道您的好？这么多年我对您还不够百依百顺吗？为了您一句话，我连亲闺女都能卖去当下人，这份孝心难道还不够？但是娘，我也是一个男人，要尽到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我这5个闺女，往后1个都不能少。若是他们再有个什么3长2短，我这做儿子的自然不能把爹娘怎么样，但我可以从大哥大嫂身上讨回来。如果大哥大嫂赔不起，那我就去现学，从您那金贵的宝贝大孙子一点一点的讨回来。既然这丫头已经回来了，那以后你们就好好的过日子。再怎么说，大丫也是我亲孙女，不是？我老太婆纵然偏心，那心里也是心疼她的呀。要不然当初我哪能大发慈悲的给她签了个活契？只是你哪里来的15两银子？这个你总得告诉你娘我吧。是我做生意赚来的。你也知道这几天我早出晚归的去城里干活，其实我是去城里做生意去了。你还有这做买卖的天赋，那我咋不知道？快跟娘说说，你这趟到底赚了多少银子？不多，也就赚了3两银子，剩下的是我在城里借的印子钱。过段日子得连本带利息还给人家。什么？借的印子钱？老三，你是不是疯了？那些人的心可黑着呢，到时候若是还不上，就算你卖了大丫都不一定能还得上。过几天我还去城里做生意，只要认真干，应该是能在规定的期限内把钱还上。所以啊，等我过几天再赚了钱，
娘可千万别打这些银子的主意。我要是真还不上，那可就不是卖儿卖女那么简单了。那些道上的人要是找上门来，咱们这一大家子，怕是都得跟着受牵连。他们这么不讲理，这还有没有王法了？老三，你也是糊涂，你怎么能干出这么糊涂的事儿呢？娘，这事也不能怪我。这么多年我在家里当牛做马，赚的每一文钱您都拿去贴补了大哥和秦望。照这样下去，我就是一辈子都不可能把大丫赎回来。这孩子眼瞅着就要11岁了，再过2年就能嫁人了。若是一直待在陈家，日后指不定会怎么样呢。赔钱丫头哪有孙子重要？我是管不了你们了，既然人已经回来了，你们一家就好好的叙叙旧吧。这碗给你们娘，这碗你们俩小馋猫分着吃。丫头，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多吃点肉。三哥，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的？手艺绝了！这有什么难的？油盐下锅一炒不就行了？您可拉倒吧！娘做了一辈子饭，除了咸味啥也吃不出去，就连三嫂也没你做的好吃。可能这就是天赋吧。等以后赚够了钱，咱们就盘个铺子开饭馆，做个长久买卖。开饭馆行，但三哥你可别忘了答应我的终身大事啊！放心，忘不了你娶媳妇的事儿。略，五叔不知羞，成天想娶媳妇儿。不知羞咋了？村里跟我一般大的孩子都满地跑了，就我还是个光棍儿。大冬天连个暖被窝的都没有，我容易吗我？五叔晚上很冷吗？四丫可以去帮你暖被窝。以后当着孩子的面少胡咧咧，别带坏我闺女。歇着去，进屋陪你娘说说话。这儿有我和你五八收拾。对，交给我们，你快去吧。大丫，娘把被子找出来了，还得委屈你睡原来的屋，跟三个妹妹挤一挤。这有啥委屈的？娘您歇着，我去铺床。晚上我搂着四妹睡，她小，占不了多少地方。娘，您这是干什么？你在陈家熬了2年，这点钱自己留着当体信，回头让你爹带你去城里买几根喜欢的红头绳。娘，家里为了赎我花了那么多银子，这钱您必须收下，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好，妈先替你收着。跟娘说说这2年在陈家到底是怎么过的。其实陈家倒也没怎么打骂下人，就是每天天不亮就要起。苦命丫头，赎回大丫，家里就剩2-3两银子了。眼看快过年了，总不能让家里人跟着喝西北风，得赶紧找个新地方摆摊赚钱啊！算了，摆摊的事晚点再琢磨，先把那件要紧事办了。请问林姥姥在家吗？年轻人找我家老婆婆干啥？大爷，我是隔壁村的秦朗。前些日子媳妇儿生孩子，多亏了林老婆，当时家里穷没拿喜钱，今天特地来补上。哦，你就是那个一连生了5个闺女的人家。我这么出名了吗？对，就是我。这不是石坳村的秦家老三吗？你怎么到我家里来了？当初家里太穷，多亏姥姥大义，今天特意来把喜钱补上。哎呦，这也太多了！你这后生真厚道。姥姥劝你一句，你对媳妇儿好点儿，将来指不定还能生个儿子。您放心，我会对她好的。不过闺女儿子我都喜欢，有这5个闺女就足够了。以后我不打算让她再生了。好，真是个疼媳妇儿的好男人。
你等着，姥姥去把篮子给你腾出来。这一去就是大半天，大丫刚回来，你也不问问她在陈家过得咋样？我去把林稳婆的洗钱补上了。当初娘那样羞辱人家，咱们不能装作不知道。这是应该的，等我出了月子，也得亲自去道谢。至于大丫，其实不用问，看她那手上的冻疮，就知道这2年遭了多大罪。现在说忏悔的话都是虚的，以后慢慢弥补吧。你是娘，多关心她点儿，别让孩子觉得家里生分了。好，都听你的。大丫，天都没亮，你怎么不多睡会儿？爹，我早起习惯了，睡不着，还不如起来帮家里干点活呢。以后在自己家不用这么早起，想睡到几时就睡到几时。好，都听爹的。爹，大冬天的你怎么也起这么早呀？去后山转转，看能不能打点猎物。爹，那我能一起去吗？行啊，找个趁手的家伙。不过待会儿得听指挥，遇到危险，让你跑就跑，让你上树就上树。爹，这外围连根毛都没有，要不咱们往深处走走吧？听说里面猎物多着呢。不行，富贵险中求也在险中丢。咱们现在又不是到了快饿死的地步，没必要为了点猎物拿命去赌。爹，您说话真有学问，我都记下了，以后肯定不鲁莽。大丫，快跑回家拿2个麻袋和干柴来，咱们遇到好东西了。爹偏心，打猎只带大姐，是不是大姐一回来你就不疼我了？你这丫头还学会争宠了。早上出门时你睡得跟小猪似的，爹要是不疼你，半夜就把你拽起来干活了。我就是说说嘛。爹，这到底是什么洞呀？里面有啥好东西？猜得不错的话，这是狗獾的窝。这玩意儿不仅能卖钱，说不定洞里还藏着粮食呢。至于在不在家，熏一熏就知道了。大丫、二丫，快撑开麻袋，要出来了！哟，足足8只，最小的都得10几斤，发财了！舒月，你那边咋样？爹，我这有3只，个头好大。赶紧扎紧，别让他们跑了。日头不早了，家里还等着吃饭呢。走，先回家填饱肚子，回头再来抄着狗獾的老底。还在月子里，怎么就起来做饭了？万一沾了凉水怎么办？庄户人家没那么娇气，你放心，水都是烧热了才用的。快带孩子们洗手吃饭，我去叫3鸭4鸭。爹，这几只咱们要养着吗？这玩意儿野性大，养不得。等爹腾出手来，拿到城里，能换不少银子。咱们是不是又有肉肉吃了？爹真厉害，抓了这么多狗狗。这可不是狗狗，大姐说这叫山獾子，会打洞呢。爹可是费了好大劲才抓到的。爹爹加油，大姐二姐加油！行了，快装袋。有了这些，
足够咱们家吃到过年了。哎呦，这山箱子个个肥硕，能卖不少钱呢。听说还挖了一大袋粮食，咱们都快3月没吃肉了。这秦老三运气真好啊！运气好顶个屁用，连个儿子都生不出去，一连生5个赔钱货，吃山珍海味也白搭。这位大嫂说的对，我最近运气的确好。前阵子刚打了一头野猪，今天大丫一回来，又端了山欢子的老窝。自从我家小五出生，好事就没断过。看来我这几个闺女都是自带福气的小福星，有她们5个宝贝在，我秦老三以后请等着享福了。福星，乖乖，要是生闺女能顿顿吃肉，那确实比生小子强啊。来者不善。老三啊，听说你猎了几只山炮子，能卖不少银子吧？不管卖多少，这钱您都别惦记了。咱们可还没分家呢，你就想独吞？我拼回来的东西当然归我。您要是还想拿我的钱去给秦望教束修，趁早死了这条心。老三呐，一家人计较啥？望儿是你亲侄子，你现在帮了他，等他将来考取功名，还能忘了你的好？爹，这话您自己信吗？就大哥大嫂那副嘴脸，真等秦望当了官儿，轮得到我享福，他们不弄死我，就算祖宗保佑了。他们敢！你再怎么说也是他亲兄弟，他怎么会这么对你？爹，娘，秦望读了7、8年，连个童生都不是。就算明年考中，后面还有秀才、举人，多少人考到头发花白都毫无见效。退一万步讲，20年后他真当了官，大哥大嫂是享福了，可你们呢？估计早就变成一捧黄土埋在地底下了。与其把全家人的命搭在一个虚无缥缈的指望上，不如趁着还能喘气儿，自己好好过2天舒坦日子。爹，娘，供他读书不能逼死全家吧？四弟被逼得入赘，一辈子在人前抬不起头。五弟快20了，连个媳妇儿都娶不上。你们本来能儿孙饶神享天伦之乐，现在却为了秦望一个人搞得家里鸡飞狗跳。你们摸着良心算算，这到底划不划算？媳妇儿还没出月子呢，忍住忍住。二丫，过来。今天村里眼红的人多，夜长梦多。你去，悄悄把你五叔喊来，咱们今晚就把这些山欢子全宰了。三哥，找我进城卖猎物啊？不，先宰了，洗剥干净再送酒楼。啊，酒楼不都爱收活的吗？宰了人家肯定得压价啊！我就是为了多卖钱才得宰，听我的，干活吧。唉，30岁的老腰伤不起啊！今天大伙儿都辛苦了，晚上咱们炖一只，敞开了肚皮吃。三哥，你这也太败家了吧！炖个肉竟然还放糖，那糖多贵啊！这叫上色，
做饭得色香味俱全，看着好看才能吃得香。咱家这条件还穷讲究。去，给爹妈送一碗。送给他们干嘛？就大哥大嫂那德行，这肉端过去肯定全进他俩嘴里了。怕的就是他们不抢，不抢，爹娘怎么能看清他们的真面目？快去，送完回来开饭。哟，我还以为你在老三那儿吃上什么山珍海味了呢，怎么，这是被人家赶回来啦？爹娘三哥孝敬你们的，我回来啊！娘，你干嘛呀？我寻思趁热吃呢。老三说了，这是孝敬我和你爹的。我们还没动筷，你抢什么抢？平时说的好听，见了肉恨不得全塞自己嘴里，白眼狼。剩下的给旺儿留着补身子。哼，你们当爹娘的，不会还要跟自己儿子抢肉吃吧？都怪秦老三那个抠门货，多送点能死啊，害得老娘一口没吃上。太香了，还得是三哥的手艺好。这会儿不心疼糖了？刚才止不顿在心里，怎么骂我败家呢？绝对没有，从今天起，三哥就是我亲大哥。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你让我撵狗，我绝不打鸡。跟着三哥有肉吃。三哥，连着肥肉卖多压秤啊！你剔下来干嘛？这换子油可是好东西，治冻伤有奇效。大丫的手冻得全是裂口，我熬点油先给她抹手。哎呦，秦兄弟，好一阵没见你了，这回又带什么好货了？新鲜猎物，第一时间就给你们送来了。是你小子，上次卖猪先砍条腿，这次带啥好东西了？打开看看。你小子处理的可真够干净的，皮扒了，肥膘也全顺走了。老头子，我干这么多年，头一回见把猎物刮得这么穷的。我这不是怕酒楼后厨忙吗？昨晚连夜在家处理好了。陈师傅，您见多识广，一看就知道绝对新鲜。您给个实在价，35文1斤，136斤，一共4两7060元。秦兄弟上道，透个底给你。陈师傅是我亲舅舅，以后有猎物直接拿来，绝不让你吃亏。大兄弟，买货还是卖货呀？大兄弟带啥好货了？皮子不错，这样，1张200文，如何？哎，大兄弟留步，嫌少咱们再商量商量啊。我是诚心卖货，掌柜要是拿我当傻子忽悠，我换一家就是。大兄弟，真没忽悠你，这山獁子皮确实不怎么值钱。咱们北方天寒地冻。过冬的皮毛最紧俏，我这8张皮子刀口平整，没半点破损，200文就想打发我？哎呦，大兄弟，是我有眼不识泰山。这样，每张再加100文，300文1张如何？你这皮子毕竟没锡制过，带股子味儿，我们收了还得倒贴人工去处理，不是？销制对你们来说不算难事。明人不说暗话，每张350文，行就交易，不行我立刻走人。哎呦，大兄弟，你这要价也太狠了，我这完全是赔本赚吆喝呀！行，350文就350文，全当交个朋友了。
1两多银子，真黑。不过做生意讲究先敬罗衣后敬人，这笔钱省不得。若薇，大丫，我回来了。爹回来啦！特意给你们带的糕点，拿去分了吧。爹，我都11岁，是大姑娘了，留给妹妹们吃吧。什么大姑娘，在爹眼里永远是小丫头。以后家里好东西多着呢，不许再总委屈自己。嗯。门口风大，怎么跑出来了？听见你的声音，就忍不住想出来看看吗？我不懂这些，就凭感觉每样都拿了点儿，你看行不行？买的也太多了，等我出了月子，就绣些帕子拿去卖，帮着家里添点印象。等出了月子，我也能赚些银钱，帮着分担。赚钱养家是男人的事，你闲着无聊绣着玩行，可千万别为了几文钱熬坏了眼睛。这里一共8两，我留了1两应急。媳妇儿，以后咱们家你来当家管账。你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哭了？难道是我说错话了？你要是不愿意操心这些事情，我来管也可以。我哪里是不愿意，我是高兴的。三郎愿意让我管家，这证明你是信任我。我嫁给你10余年了，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三郎，你对我真是太好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原来是感动的，不过这薛若薇也太容易满足了。都说亏妻妻者百财不入，咱俩是夫妻，亏待你就是亏待我自己，而且相互信任是应该的。你孤身一人嫁给我，父母兄弟都不在身边，我若再不对你好点儿，那我还是个男人吗？当然，之前原主做的那些事可不能算在我头上。我虽不知为何秦朗会变成如今这般，可无论真相如何，我都不愿再回到从前。如今这般模样的他，才是我心中理想的夫君。薛若薇肯定是察觉出了什么，也难怪，我们朝夕相伴，同床共枕这么久，就算我隐藏的再好，也会露出破绽的。不过这副皮囊确实是原主的，只要我不承认，谁也奈何不了我。这些银子我先替三郎收着，等将来你用得着了再找我拿。那你一定要放好了，千万别被爹娘给要走了。尤其是年后秦王学堂里该教书糊了，他们要是知道咱们手里有这笔银子，肯定会想方设法的要去的。只要你不说我不说，这个地方他们应该找不到。只是三郎之前一直都大力支持望儿读书，如今怎么突然改变了态度？要是将来他真的功成名就了，你会不会后悔？那你会后悔吗？我不后悔。先不说秦望只是你的侄子，而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女人，我们有自己的孩子要养活，我还没有胸襟广阔到不管自家孩子的死活去供一个外人读书的地步。单说读书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考取功名就更难了。我爹读了20多年书，到了40多岁还只是个秀才，我觉得望儿的资质还不如我爹呢。你笑什么？难道是我说的不对吗？对，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像岳父大人那样天资过人之辈，考了20多年才不过是个秀才。秦望那小子，照岳父大人差远了。我以前是脑残了才会想着等他考取了功名，我也能跟耀武扬威。我记得前不久你才炼的猪油，这么快就吃完了？前几天做生意没少用油，再说了，平时咱们炒菜也得用。孩子们都是长身体的时候，得多补充点油水。
那你拿到厨房，我帮着你一起沥油。那我让大丫他们过来看着小五，等炼完猪油剩下的油渣子，再包几个大包子，香喷喷的猪油渣配上大白菜，一点都不比猪肉大葱馅的包子差。你快别说了，我都忍不住想尝尝了。原主家什么时候有这么横的亲戚了？这人是不是走错了门？请问这是秦朗秦兄家里吗？正是。不知这位兄台是何人？我是秦朗兄的好友，敢问秦朗兄可在家？这人怕不是个骗子吧？面都没见过，居然说是我的朋友。哼，我怎么不记得我有你这么一号人物做朋友？难得你看得起我。原来您就是秦朗兄，真是失敬了。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陈玉堂，是玉明堂的班主。今日冒昧上门打扰到秦兄了，还望秦兄海涵。玉明堂的班主，冒昧倒也称不上，只是我和陈班主从未见过面，也不知道您今日大驾光临寒舍有何贵干。不瞒秦兄，我今天是来跟秦兄学艺的。几日前秦兄唱的一曲《武家坡》被我们戏班子里的人听到了，简直是奉为天人。我们玉长堂虽小有名气，但能演唱的戏也就那么几出，只有不断的改革创新，我们戏班子才能长久。所以还请秦兄不吝赐教，陈某在这里感激不尽。果然是来向我学艺的。上辈子对戏曲算是个兴趣爱好者，对于一些有名的戏曲也确实能唱一二，但是我还要养家糊口，哪有功夫搞这些附庸温雅的事？陈班主不是找错人了，我不过恰好会唱那么几句罢了，哪有什么本事赐教你啊？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你就先回去吧。秦兄，我知道我们是戏子是伶人，但是我们玉庭堂人也都是良籍，卖艺不卖身的。我们能得县太爷的赏识，在府城也是小有名气的。只要您愿意教我，我一定把这出戏挂上您的名头，传唱到大江南北。行了，我对你们这行实在不感兴趣，赶紧回去吧。秦兄，您就看在我诚心诚意请教的份上，教我这一回吧。我不让你白忙活，你教我唱戏写曲，我给你报酬。你早说呀，净整些没用的。一出戏你能出多少钱？这人这么现实的吗？算了，只要能学到新戏曲，花点银子也无妨。秦兄愿意赐教，真是太好不过了。有什么话进屋说吧，外面挺冷的。请。随便坐，不用客气。自己家做的，刚刚出锅，要不要尝尝？这包子也太好吃了吧！秦兄，你这包子是什么馅的？吃着挺香的，里面的肉也很有嚼劲，肥而不腻，搭配上白菜刚刚好。这是猪油渣馅的包子，炼完肥油之后剩下的能不香吗？不过对于你们这种有钱人来说，怕是不屑于吃这些东西。秦兄说笑了，这世间唯有美味不可辜负。我之前确实没有吃过猪肉渣馅的包子，但是那是因为我不知道这玩意儿好吃啊。陈班主今天既然找上门来了，那我就先把丑话说在前头。我可以教你唱戏，也可以给你编戏曲，但我对名利确实不感什么兴趣。我还有一大家子要养活，所以咱们合作只谈银子，不谈其他。你若是学成，以后唱大戏也不用挂上我的名字。我不想因为这事对我和家人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好，难得秦兄如此快言快语，那咱们只谈银子。就你那天唱的《武家坡》，不是说有好几个选段吗？我要是全买了，你觉得多少银子合适？既然陈班主主动上门，又知道我唱的《武家坡》，你觉得我这一出大戏下来多少钱合适？秦兄，我是诚心来求教的，你出个价吧，只要不太离谱，我们明玉堂都能承担得起。这小子还挺奸诈的，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客气了。我要这个价。难道是30两太多了？也是，30两在这个时代可不是个小数目。300两就300两，秦兄既然敢要这个价，肯定是对自己的戏有信心。好，陈班主果然爽快。你看你什么时候安排戏班子上门学习？我这目不识丁的，需要你们亲自执笔记词，笔墨纸砚你们自带。这银子你可以先付1半定金，剩下的完成教学之后再结清，怎么样？我也算是有诚意吧。
若是秦兄方便的话，我明天就能派人上门。只是这样会不会叨扰了秦兄和您的家人？若是不方便的话，秦兄也可以去城里，我们会在城里住一段时间。方便，没什么好叨扰的，只要你们不嫌弃寒舍简陋、招待不周就行了。我可不想每天跑着往返于城里，实在是太费腿了。秦兄，那我不多打扰了，告辞。三郎，家里有客人，我还在坐月子，不方便出去见客，没有失礼吧？没什么失礼不失礼的，我也是第一次见。不过今天之后，他怕会一段时间内每天都来。你要是不愿意跟他们接触，就委屈一下躲在屋里，哪怕是看在这150两银子的份上。该不会是把我们母女几人给卖了吧？难道这么多天他对我们的好都是假的？你这是怎么了？家里有银子了，难道你不开心？还是身体不舒服？要是不舒服的话，我去请个大夫来。我早跟你说了，月子里一定要注意休息，省得将来落下病根。可你就是不听，赶紧上床上去躺着。三郎，你不会不要我们母女几个的，对吗？那是当然，你是我的妻，几个孩子是我的女儿，无论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的责任，我怎么会不要你们？那也就是说，这银子不是卖我们母女几人得来的。你这脑袋里整天乱七八糟的想什么呢？我说你怎么脸色突然变了？原来是觉得我这银子是卖了妻女得来的。薛若薇，我都不知道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难道我们之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了吗？况且我若是卖掉你们，剩下我孤家寡人一个，那以后的生活于我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三郎，你别生气了，都是我不好，是我不该怀疑你。可是那个人一下子给了你这么多银子，我能想到的除了你把我们母女几人卖掉，实在想不到别的可能了。难道他就不能是来跟我谈生意的？我就没有一点能让人看得上的本事？薛若薇，我秦朗虽然不是什么有本事的人，但也是顶天立地的男儿。我没有心怀天下的远大抱志，但对上孝敬父母，对下护住妻儿，这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往后余生还有很长，我希望你能给足我信任，不然咱们之间怕是不能长远。你若是对我心有畏惧，我也可写一封放弃书给你，省得你整日活在阴影里担惊受怕。三郎，对不起，是我误会你了，你就原谅我这一回好不好？我以后一定信任你。只是你一下子赚了这么多银子，我心里难免会多想。今天这事就算了，若是再有下次，我可就真生气了。拿着吧，等你出了月子，我带你去城里好好逛逛，给你置办2身新衣服。马上要过年了，家里到时候缺什么，咱们一并买回来。这都是给我的。给你的，我不是说过吗？以后家里你来管钱。没想到你还有财迷的潜质，你放心，等事成之后还有150两呢。三郎，不是我多心，你跟那位公子做了什么交易？他为什么一下子给你这么多银子？咱们家虽然穷，但是千万不能干什么违反朝廷法戒的事，你更不能以身涉险。若是赚这些银子，让你处在危险中，那我宁愿平平淡淡的过日子，也不要这些银子。你就放心吧，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刚刚来的人叫陈玉堂，是玉明班的班主，他今天是特意来找我学唱戏的。三郎，你还懂得唱戏？不太懂，不过我小时候给地主家放羊，给过一个老头半块馒头，他教我唱了几出戏。那天在土地庙卖卤补火烧时，随口哼了几句，结果被戏班子的人听去了，他们就找上门来了。反正我待在家里教他们学艺也能赚钱，还能照顾你们娘几个，一举多得的好事儿，我就答应了。可是什么样的戏能值300两银子啊？那个什么班主是不是脑子有问题？你就放心吧，
他的脑子绝对没问题。他们在府城也算是小有名气的戏班子，只要有了拿手的好戏，才能让他们戏班子更加红火。若是被一些达官人看中，他们收到的赏赐只会更多。对了，当初我让武帝跟我一起摆摊的时候，曾经承诺过他，等将来手里有钱了，就帮他娶个媳妇儿。我既然答应他了，这事儿就得作数。要是有合适的姑娘，你也帮忙留意着点儿。你放心，这事儿我会放在心上的。在这个家里，武帝对我一向敬重，我虽然不是长嫂，但也是把他当亲秘密看待。只是爹娘那里会不会有什么意见？这点你完全可以放心，爹娘那里我去说。这事儿也不急在一时，等年后我打算重新盖几间房子，到时候顺便也给武帝盖2间。咱们家这房子实在是太老旧了，我都担心哪天风雪过大会坍塌。好，都听三郎的。秦兄，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玉长堂力捧的2个角儿，这位是阿莫，这位是阿娇，都是很有天赋的孩子。你们2个快过来向秦兄见礼，他以后就是你们的师傅了。见过师傅。你们不必行如此大礼，我是收了你们班主的银子才叫你们唱戏的，所以担不起你们的师傅。而且你们以后也不用告诉别人师从何处，毕竟唱戏我并不专业。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傅您教我们一日，就一辈子是我们师傅，我们不会忘本的。行，既然你们来都来了，那就赶紧学吧。外面冷，我们进屋说。你们先唱2句我听听。青豆啊一夕当年泪不干，彩楼秀秀配良缘。平贵将了红樽战，唐王考封我督府官。秦兄果然厉害，这戏的腔调竟然如此优美，我从未听过。敢问秦兄，这叫什么相法？属于何门何派？这是京剧中的折子戏，你若再问的多了，我也不清楚。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这出戏的名字叫《红鬃烈马》，里面有许多选段，咱们可以一段一段的学。你们先自行休息，我去厨房做饭。秦兄，你要亲自下厨吗？不然呢？咱们这么多人，我不下厨，难道你们等着喝西北风？秦兄，我不是这个意思。都说君子远庖厨，男子汉大丈夫哪有亲自下厨的？说你没读过书吧，你还知道君子远庖锤；说你读过书吧，你还一知半解。君子远庖厨这句话出自《孟子·梁惠王》，原话为：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这句话是有德行的君子远离厨房，并非指君子不做饭，而是指君子不忍心见到动物被宰杀的残忍景象。当然，哪怕是这种观点，我也是不赞同的。有些所谓的君子大鱼大肉、珍馐美味，哪一样不是牲畜宰杀所得？更有甚者，还会祸害底层百姓，同类相残。所以，像这些伪君子，倒不如那些真小人。今天真是受教了。行了，别整那些虚的。你要是真受教了，就过来帮我一块做饭。秦兄是说我吗？不然呢？他俩是你带来的，你也要吃饭，你不帮忙，难道指望我一个人吗？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着什么急？主要是这鸡肉太香了。虽然我还没尝到秦兄的手艺，但是我敢肯定秦兄的手艺绝不会比那些酒楼的大师傅们差。你这话可就有些过了，人家酒楼的大师傅那是专业的，我所会的不过是一些家常菜，没办法跟那些大师傅们比。不过，这并不代表我做出来的味道比他们差。
没想到秦师傅居然还有这手艺，我觉得我今天至少能吃2碗。哼，那是当然，我爹的手艺是最好的。自从我爹开始下厨做饭，我都胖了不少呢。你们远来是客，寒舍简陋，若有招待不到的地方，还请你们多多海涵。秦兄，咱们之间就不要这么客套了，赶紧开吃吧，你看他们都迫不及待了。秦兄，你炖的这个鸡真是太好吃了，尤其是这个饼子，浸满了汤汁，香味浓郁，简直是一绝。好吃你就多吃点儿，毕竟等你们学会之后就要离开了。老五，你这么慌里慌张的干什么？出什么大事了？三哥，秦望回来了。回来就回来呗，有什么好稀奇的？对了，我前几天就说过，等秦望回来，要把你三嫂的嫁妆拿回来的。我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当初给秦望那一箱子书籍，恐怕要保不住了。五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初明明说好了，那些书只是暂时借给望儿读书用的，其中还有好几本都是前朝的孤本。我爹积攒了一辈子的家当，就那么点东西了，那可是我爹留给我的念想，怎么会保不住呢？若薇，先别急，我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岳父留下的东西，我一定给你要回来。老五，你仔细说说，到底怎么回事？今天望儿回来，爹娘高兴，吃过晚饭后，大嫂却鬼鬼祟祟地把望儿拉进了房间。于是我在他们窗户外面偷听，望儿说最近要跟着夫子出去游学，但手里没银子，准备把书拿出去变卖了。他们母子2个人现在正想着怎么糊弄你。哼，果然是家里把他惯坏了。做学问之前要先学会做人，私德有亏，一辈子也成不了什么气候。他还想把那些书变卖，简直是在做梦。老三，你来了，你是不是听说望儿回来了，特意来看他的？望儿见过三叔，听说三叔又喜得爱女，还没来得及恭喜三叔呢。三叔放心，我作为兄长，将来若有了功名傍身，一定会为妹妹们撑腰，绝对不让她们在婆家受半分委屈。不劳你费心了，我的闺女我有能力护她们周全。至于你，还是先不要说大话的好，免得到时候风大闪了舌头。今天我也不是来跟你废话的。当初你说你要读书，你三婶拿出全部陪嫁供你读书，尤其是那一箱子书，那是他父亲留给他的念想。你在学堂里读书也有7、8年了，那些书现在是时候还回来了。三叔三婶这么多年对我的资助，我都记在心里。那些书本我都放在学院里了。三叔三婶也没有儿子，暂时用不上那些东西。而且书里的内容我还有一些没了解透彻，等过2年吧，到时候我一定把那些书都还给三婶。原来厚脸皮是会遗传的，既然你一点读书人的体面都不顾，那我就没必要给你留脸了。秦望，我今天跟你说清楚，以后你功成名就也好，落魄也罢，跟我都没什么关系。以前我为你付出的也不再追究了，但是你三婶的嫁妆你必须还回来，不然我就到学校里去问问夫子，看看他的学生是何品行。这样的学子有什么资格参加科考？三叔，我可是你的亲侄子，你当真要做得如此绝情？你是知道的，咱们出身庄户人家，我能在县学里站稳脚跟，总得要有点依仗。三婶的那些书恰好能让我的同窗高看我一眼。你现在把那些书收回去，让我在同窗面前如何自处？让我的脸面往哪里放？他们会看不起我的。哼，脸面是自己挣的，不是靠别人给的。你若是这个心态，一辈子难成大事。年少莫欺少年穷，浅水怎能困蛟龙？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这才是读书人该有的心态。你到底是不是我三叔？不会被什么山精妖怪给附体了吧？怎么，我不过是说了几句让你意想不到的话，你就觉得我是什么山精妖怪附体了？秦望，你连续考了3年童生都没中，我劝你还是趁早放弃吧。不可能！我辛辛苦苦读了7、8年书，怎么可能放弃？只要我努力读书，早晚有一天我能考中功名，说不定还能考上状元。行了，我不想跟你废话了。你继续做你的千秋大梦吧，我只想踏踏实实的过好我的日子，所以把你三婶的嫁妆还给我。三叔，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是请你放心，侄儿绝对言而有信。等
等将来我功成名就了，第一个要孝敬的就是三叔三婶儿。我也听我娘说了，这段时间三叔和我们家发生了点矛盾，我在这里替他们赔个不是。行了，你少来这套，这种画大饼的事还是留给你爹娘比较好。我今天必须要拿回你三婶的嫁妆。若是道理讲不通，你三叔我有的是力气，也可以陪你活动活动筋骨。奶，我三叔怎可如此粗俗无礼？你赶紧劝劝他呀！将来我要抄取了功名，第一时间让您做老太君，享受荣华富贵。旺儿啊，其实你三叔说的对，那些书本来就是你三婶的陪嫁，你已经拿去7、8年了，就算是个榆木脑袋，那些书也该能背下来了。你还是还给你三婶吧。